借人事替己身，体天恩担大任。郑小芬。前言，人事于人生的过程中所面对的一切事，替己身，在这些事中要有所警惕，有所体会。借人事的历练，使自己奋发向上，成就自己。体会上天的恩德，承担大任务，牺牲奉献，以报天恩，成就他人。一、见荣枯之己身之虚幻。荣枯，比喻人世的兴衰、穷通。《红楼梦》第92回，人世的荣枯，仕途的得失，终属难定。荣与枯皆是短暂的，虚幻、空幻不真实无常。人生短暂，不得久留，化短暂为永恒。世事难料，无法捉摸，以不变应万变。物质享受，乐极生悲，精神胜于物质。二、闻是非之修身之可贵。是非是观念与立场的问题，是非非才是真理，需用智慧去判断，有智慧才不会落入立场中。是非是修炼自己心境的环境，唯有修身才能跳脱人世间的是非。古德云：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三、学圣贤之立身于永恒，修心立命，扬名于后世。五大牺牲，一贯精神，挺身是担当。师尊此语，若无时时感念着前辈的精神，徒儿又如何效法之？如无前辈的脚步为准则，徒儿又如何走得开？师尊此语，修道办道，莫只在名相，只看牺牲；修道办道，莫只靠体力，但问精神。精神能投入，才能千秋万古。四、体天恩之行生于责任。知恩、感恩、报恩。受恩容易，知恩难；知恩容易，报恩难。多少人承受恩泽而不自知，只因为它来得太自然，人们也就受得很自在，毫无感觉。受恩太容易了，知恩何其难；知恩太容易了，报恩何其难。知恩不报非君子，感恩图报才是人之常情。我们知恩，我们感恩，我们就要报恩，否则即视之而不行。责任负起使命担，最佳的报恩就是担己任，先内修己，承担自己的责任，而后外度身道物推广。要负责任，先要有能力，没有培养能力则无法承担责任。结论：责任负起。活佛师尊慈训调剂，掌声响起。乾坤徒儿站起来，肯定自己的担待，者上白羊制服挂神彩，化身千万姿态，象征一种道气铠，代表天人做主宰。乾坤同步走出来，确定自己的命脉，背起乾坤包袱，披能耐，凝聚百般情怀，实现一份道慈爱，正是模范做人才。责任担起来，修办更实在，这条路要更自立又自爱。责任担起来，修办更实在，
这段人生自然自在，道观古今赖人红。继往开来唱道统，一心度众脱苦海，终身舍己法周称，阐述道学先天解，先佛圣训讲分明，化人心止于至善，恢复本性为自然，净化世界为清平，促进世界为大同。即末生后世，真道为依归。马务敏。一、前言。即末生后世一语出自杜甫诗梦李白。继杜甫听到好友李白流放夜郎后，积思成梦而作，原文千秋万岁名，即末生后世。身后世即是指人没有身体以后的这件事情，即是人死后一堆黄土长眠地下，无亲友为伴，孤零零独自长眠。这一件事是寂寞的，是孤寂的。真道为依归，依是依靠、依赖，归是归顺、归宿。即末生后世，真道为依归，即是依靠归顺在真道里，去解决你生死的大事。二、如何看待即末生后世？独来独往之旅。人的一生，出生是突然，死是必然的，谁都不能豁免。在生死的这段旅程中，你怎么走，怎么过，这才是重点。易经有一个卦叫履卦，履，顾名思义履行。周公言，履，君子以名慎用行，而不流欲你来人间，只是一趟人生之旅而已。生死轮回也是旅，天上天下来去自如也是旅。在天上、地狱、人间都是一个人，不能靠别人，全由你的心去决定你要怎么旅。独来独往之道。当年佛陀降生是一个人来，他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之独，老子降生天上天下为道独尊，也是言此独。庄子南华经，独来独往谓之智慧，所以能够天上人间皆菩提。修道唯有在此找，千山我独行，找独来独往真正的那一个人，去依靠归顺他。即末生后世，死的这一件事，就没有什么好悲戚寂寞的。面对死亡，身后事就是死的事，你如何看待死这件事？生死本是人生正常必经之事，尽管无本不愿生，也得忽然生在世；无本不愿死，有一天亦会忽然死其志。报载说，有一位死刑犯临执行枪决前1周，亲朋好友前去探监，有的送佳肴美食，有的送美衣，有的送黄金。死刑犯均摇头不想要，唯一要的即是生命的延续，祈求改判无罪或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甚至暂缓实施执行。枪决数日也好，所以人生难得对一个死刑犯的渴望是深刻的。庄子德充福篇有一个故事，有一位学道人叫申屠嘉，他因受刑而断脚，被同门师兄弟，也是当朝执政的官吏郑子产轻视，不肯与他同进出，
也不肯与他同坐，还讽刺他。申屠迦就说，我们生存在人间，就像一群鸟兽游走在后羿的射程之中，在中央的就被射中了，如我一般，而没被射中的如你一般，只是命好，运气好，你却以四肢健全而嘲笑我四肢不全。后羿的箭即是死神的箭，不断地在射出，谁是一个待宰的对象，谁也没有把握。虽然你害怕死亡，可是你却无法逃避。所以死亡当已经逃避不了时，我怎么去面对它？美国发生校园暴力，有2个被杀的女学生，因为面对死亡的从容，激发了许多人重新思索宗教的力量。其中一个女学生当暴徒用枪对着她的头问，你信不信上帝？如果你相信上帝，就去天堂找上帝，如果不相信，我就放过你，如果是你会怎么样回答？那个女学生竟然回答，我相信上帝，子弹于是穿过她的脑袋。另一个女学生，当暴徒要枪杀一个歇斯底里的学生时，她站出来说，你不要杀他，他不知道他死了以后会到那里去，我知道，所以你不要杀他，杀我好了。暴徒真的把他杀了。这种勇敢面对死亡的行为，令校园里的宗教信仰全面复活。所以你如何面对他？这2位女学生，她们只相信上帝会带她们上天堂，就可以从容赴死，而我是一贯道的弟子，我们受名师一指，超生了死，朝闻道系死。可以，我们是否有深刻认识和信念，并坦然面对身后事，这就是一个人内心要清楚的问题。如何看待寂寞身后事？人自无始劫一念无明造下罪业，流浪6道苦海，来到世间亦是炼狱，又叫还债台，所以一般人忧愁苦恼的较多。你来的时候是一个人，去时也是一个人，当然孤独，千山我独行，你来时哭得来，大家笑着迎接你，在这趟的人生之旅，这个过程中让你走时却笑着走，大家哭着送你，这一趟你成功了。所以你应了解时魔是寂寞身后事，其实不寂寞，修道的路上不寂寞，一般人会认为寂寞，死了更凄凉，是因为你没有真正走上修道的路。如果你是修道人，你有菩萨心肠，你心中有众生，时时刻刻挂念着众生，你怎么会寂寞呢？所以不寂寞。寂寞身后事，是对一般人而言。你平时没有正视看待生死的问题，面临终时就没有办法潇洒地走，并且死亡之后的路会依据你在生前的心理行为而决定。超心理学家的研究，灵魂投胎转世的规则倾向于物以类聚，佛法也有相同的论调，认为临终一念
可以决定死后去处。所以你在生时，对世间的依恋太深，对财对色的执着太深，当有一天你必须放弃，失去时你会痛苦不堪。老师说，你平时连一条大水沟都跨不过去了，到临终时的生死大海，你跨得过去吗？那是绝跨不过去的，所以平时你若贪嗔痴放不下，那就等于一个水沟都跨不过去了，更何况到你临命中种种业力现前的时候，你那个生死大海要怎么才能跨得过去呢？死亡是没有一个人能够逃掉的，而有多少人会为这件事去提早做准备的呢？身后事对一个修道人而言是成道了业，告老还乡，归根念，结束6万年的旅程，回去见老娘，向她说妈妈我回来了。所以一点也不寂寞。弥勒祖师已经为我们每一个道亲安排好天上的住所，让我们从愚浊烦乱的世界飞跃到清净美好的世界，已经预备成为一个仙人了，怎么会寂寞？也不应会有悲伤。达赖喇嘛谈到死亡，他说，越有精神修养的人，死亡愈加迫近，心就愈加充实安稳，充满喜悦，因为朝气蓬勃、新鲜、充满希望的新生命来临的时刻已到。很多位前辈显示，归空的自然，6甲单位成前人，临走时向大家说他什么事情都交代好了，头1点就走了。文化组周前人站在讲台上说到宇宙2字就走了。当然在道场有更多的前辈临终还要受病苦折磨，因为要一次了尽业障。就像毛毛虫要蜕变成蝴蝶的过程也是需要经历一番挣扎，这些前辈们就是要蜕变成仙佛，要了去一生的业障，要淬砺自己不足的德行，所以要承受这样的病痛。例如后学的引宝师，一切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一个明理的人，不怨天不尤人，把自己交给上天，上天绝对不会辜负你的。有一位商前人的肝癌，骨瘦如柴，腹带如鼓，却生出一种超越凡人的气质，像一个修道良好的罗汉，全身的业障都了干净了，清澈见底。罗汉的外形内含菩萨的关爱与情怀，是在临终时才有的现象。所以一个修道的人，健康的时间是办道的阶梯，而当躺下来病倒时，就是修道成道的阶段，是超凡入圣的阶段。如何看待寂寞身后事？对一般人而言是末日，对修道人而言是成道。各是孤苦寂寞，一则是逍遥自在，所以要想身后不寂寞，生前必下死功夫。你要如何从身后事的凄凉悲伤寂寞，走向清平安乐解脱，就绝对要做到真到位依归。3. 如何以真到位依归？先要认识何谓真道。修道要明理，
师尊说，不明理，焉修道？这一次我们师尊师母二位老大人奉了老的天命，真传真授，传我们什么？传的是道，传了一个良心，我的真面目。所以修道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先认识这个我。诗云，认识本来真面目，即知我身臭皮囊。你认识了真我灵性，知身体是假我，不迷于外相的追求。佛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从这里去修去悟，转迷为悟，转识成智。所以说，迷则众生，悟则仙佛。我们怎么迷？我迷的时候，我的肉体我自己，即我的良心不能做主。例如我眼睛看了心就动，动心的意思就是我要，你要的多，欲望就多，欲望就盖住了你灵性的光明，你的心不光明，离道就越远，种种事情就做出来了。十恶八邪，贪心妄想，酒色财气，吃喝嫖赌，争名夺利，功名富贵，舒服享受，这样的结果是什么？清净经，流浪生死，长沉苦海，永失真道。苦海有没有尽头？形容人的欲望无穷，你若跟着欲望走，就是流浪生死长沉苦海，永失真道。那怎么办？怎么解决？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怎么回头？就是真道为依归，以真道做你的依靠，归顺在真道里，苦海就止了。现值三期末节，三阳开泰，青阳种，红阳长，白阳收圆最末场。青阳叶，红阳花，白阳结果种子粮。青阳法，红阳经，白阳真传贵娘。青阳始，红阳中，白阳末后收圆场。现在到了白阳期，为什么真道降世？世界的众生人人都没有良心了，造成空前绝后的大劫来收杀坏人，我们反问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所以这一次师尊师母奉命传给我们良心，指点我们的本性，我有生有死的肉体归于良心来主宰。我的良心借着肉体去做良心的事业，普渡三曹，救度众生返回天堂，去做天的事。这叫天职，此次凡夫办天是指此一次，这是瞻受天恩师德才有办法做，用后天的财富、地位、念头、聪明都无法办到，所以说天是人办，人办天助，天人合一。所以的真道、修真道、办真道，这就是以真道为依归，诚心报守。我们求道时跪在佛前立愿，得道以后诚心报守，诚心报守什么呢？即是全福音，保持良心，守护一念，就是三宝的修持。六祖慧能大师言，以自信，三宝常自证明，各须归依自心三宝，内调心性，外敬他人，是自归依也。自心归于觉，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离财色名两足尊，此为归依佛。佛在何处？
经文分明言自归依佛，不言归依他佛，名师一点，传你即心即佛。这个心就是佛，回到本性就是手旋的功夫，默念真经，叩首都能帮助手旋。回到本性就是歇即菩提，让心有个归处，止歇的地方，就可以产生智慧，得到觉悟。佛说260中，就是时时刻刻心存道念，道念即是内修清净，心存就是度人之念，能常如此即是诚心报守。若做不到，第2条回光返照，再接再厉，再做。实心忏悔。忏悔对修行者来说是很重要的修行。忏悔可以消除业障，让自信光明。在佛陀弘法期间，有一位婆罗门行者，他的师父陷害他，骗他杀1000人，并且把死者的手指串成项链挂在颈上，如此才能觉悟。于是他持刀发狂地杀人。当他遇到佛陀时，佛陀要收他为弟子，他自觉满手血腥，如何成为佛弟子？佛陀说，忏悔就能得救，忏悔能消除过去的罪业，如太阳的光明能照亮一切，如泥水只要流入大海，就变成清净的水，而粪尿经过大地的吸收也能成为净水。只要能忏悔改过，一切罪业就能净除。所以忏悔对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尤其修道人，我们虽然在求道当下超生了死，未来都要回到理天净土，但往生有2种，一种是净业往生，另一种是待业往生，所以忏悔消业障是很重要的。例如某道亲的儿子在理天当清节流，所以我们虽有求道，若没有洗净一生罪业，即使回到理天还是要忏悔改过，不如在人间时时忏悔。在人间修1天抵得上在天上修1年。希望大家回礼天都当神仙，不要当清节溜。4. 结论：菜根谭要争千秋，不争一时。7. 守道德者，即墨一时。1. 阿全事者。7. 量万古，达人观物外之物，思身外之身，宁受一时之寂寞，无取万古之凄凉。寂寞身后事就是生死大事，真道为依归就是自见本性，自修自行，自成佛道。道学用语词汇。例一章。20. 正命时与邪命时。正命时是比丘按照佛制，以乞食来滋养色身，清净严命。邪命时是比丘不依佛制，以4邪或5邪之法来取活命。法喜时与禅悦时。法喜时是听了佛法，心中欢喜，善根增长，滋养慧命。禅悦时是修禅的定，心生一悦，安乐自在。2死，分段生死与变异生死。一切众生在3界6道中，由于善恶业所感，其寿命皆有分限，其身形皆有断别，故其生死名分段生死。3胜胜者，
以断见思。或了分断生死，但因修道的结果，迷想渐灭，正悟渐增，此迷悟的迁移，每一其皆不同，其中由前期移入后期，恰如一度生死，其变化神妙莫测，不可思议。故名变异生死，或不思议变异生死。二合白道，以水火二合，欲众生之贪嗔以中间之白道，欲清净愿往生心。二相，净智相与不思议用相也。净智相是由真如内熏之力与法外熏之力，而如实修行之结果，圆满方便，生纯净圆常之相，由此净智相而一切圣妙之境界与功德之相，利益众生，称为不思议用相。二持，指持与作持，指持是持此戒以止恶，亦即诸恶莫作之意；作持是持此戒以作善，亦即众善奉行之意。此指持与作持二门，可以摄尽一切的戒律。二十，朝夕20也，又称迦罗什、梵语，亦作时时，和三昧耶识，梵语，亦作假时。二世，今世与来世。二世间，有情世间与器世间。有情世间即众生由或造业所感的生死存亡的色身，也就是有情的正报；器世间即众生所依靠的宇宙国土，亦即有情的依报。二足，福足与慧足。在六度中，般若是慧足，其余五度皆是福足。二足尊，又名两足尊，是佛的尊号，因佛在有两足的有情中是最尊贵者。又佛福慧两足，故被称为二足尊。二空，我空与法空。我空又名人空或生空，即悟五蕴无我的真理；法空即悟诸法缘起性空的真理。性空与相空。性空是说诸法皆众缘和合而生，根本没有自性；相空是说诸法缘生的相，都是虚妄不实。二空观，人空观与法空观。观五蕴之中无人我故，不见有众生相，名为人空观。观五蕴诸法，但有假名，并无实体，不见有法相，名为法空观。二空真如，我空真如与法空真如。二圣者，悟人我空无之理，名人空、我空。生空，悟后所证的真如境界为我空真如。菩萨悟法空之理，悟后所证的真如境界为法空真如。二色身，佛的二种色身，即实色身与化色身。实色身为佛的报身，化色身是佛的应身。二师，释迦如来多宝如来之二大导师也，又称圣师，是具慧眼、法眼、化导之三力者，与凡师不具前三者。二义，是现当二世之利益也。二假，无体随情假与有体施设假之谓。二鸟，家啼或鸳鸯之雌雄二鸟，常同游不相离，以喻常与无常。苦与乐，空与不空等是理之二法。
二密，指理密即说圆融不离之理，与是密即说如来生口意之秘密两者而言。二品，指财品与法品、功德法品而言。二气，阴阳之气也。二亲，父母也。二郎神，阳简神之名也。二祖，东土二祖，神光祖师，亦称念九代祖。白阳二祖，公长子系，济公。活佛降生及月慧菩萨降生，亦称为东土18代祖。二两仪，一阴一阳也。在天日月，在地乾坤，在人二目有了阴阳，能生万，是万物而成。二根，立根与钝根。立根是指根气很锐利的人，钝根是指根气很迟钝的人。指男女二根及男女的生殖器。二圣，声闻乘与缘觉乘。凡属修四谛法门而悟道的人，总称为声闻乘；凡属修12因缘而悟道的人，总称为缘觉乘。以上二圣又分为于法二圣与不于法二圣两种。于法二圣是声闻缘觉二小乘，迷执自法，而于大乘法空之妙理，不于法二圣是与法二圣相反，他们善知理法，进入大乘的境界。二流，顺流与逆流。顺流是流转于生死的因果，逆流是还归于寂灭的因果。二悟，顿悟与渐悟。顿悟是立刻就能开悟，渐悟是逐渐觉悟。二修，专修与杂修。专修是专修一善，杂修是诸善兼修。事修与理修。事修是注重事相的修法，如所作所为皆念念于心，即着相而修，此种修法只能获得世间善报，不能出世间。理修是注重理性性的修法，如所作所为皆以三轮体空作观，不着于人我法相，此种修法能了生死，证涅槃。真修与圆修。真修是地上菩萨证真如而无修的行法，无心无作；圆修是地前菩萨圆真如而有修的行法，有心有作。二众，道众与俗众。道众是有道行的大众，俗众是凡俗的大众。二执，我执与法执。我执又名人我执，即固执人有一实在的我体；法执又名法我执，即固执一切法都有实在的体用。二教，显教与密教。显教是显明易懂之教法，如应身佛释迦牟尼如来所说的一切大小乘教法。密教是秘密难晓之教法，如法身佛大日如来所宣示的一切内证真言之教法。渐教与顿教。渐教是由浅入深，逐渐使人觉悟的教法，顿教是指说就近妙理，立刻就能使人觉悟的教法。律宗判如来一代实教，为化教与智教。二类，化是化导众生，凡诸经论中所示禅定智慧的法门，使人断惑正真者，都是属于化教类。智是制定戒律，
如4分律、5分律、10诵律等，为佛所制的律仪。所以统众防非者，都是属于制教类。二制，如理制与如量制。如理制又名根本制、无分别制、真制、正体制与实制等，为佛菩萨亲证真如气于诸法实相的真制。如量制又名后的制、分别制、俗制与全制等，即佛菩萨说法度生分别事相的制。根本制与后的制。根本制是如理制的别名，后的制是如量制的别名。真制与俗制。真制是根本制的别名，即照了真谛理性的制；俗制是后的制的别名，亦即照了俗谛事相的制。实制与全制。实智是真性之中的真实智慧，全智又名方便智，即相机说法的方便智慧。一切智与一切种智。一切智是声闻缘觉的智，能够明白一切法真空的道理。一切种智是佛的智，能够通达一切诸法的实相。声闻缘觉只有一切智，佛则二智皆有。二报，依报与正报。依报又名依果，即众生依之而住的果报，如国土、大地、房屋、器具等事。正报又名正果，即众生五蕴假合的身体，因此身体乃因或造业所感，故使正彼之果报。二答，言答与事相答。言答是以言语来作答，事相答是示现种种的形象来作答。二惑，见惑与思惑。见惑是见解上的迷惑错误，如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戒禁取见等五不正见事。思惑是思想上的迷惑错误，如贪、甜、痴、慢、疑等五烦恼事。断此见思二惑即证阿罗汉果，出离三界。理惑与事惑。理惑是对理性的迷惑，事惑是对事相的迷惑。二业，引业与满业。引业又名总报业，即引发总报的业，如人类彼此各具六根，彼此遭受共同的果报事。满业各名别报业，即成就圆满别报的业，如人人之受妖丑美强弱贫富等不同果报事。定业与不定业。定业是一定要受果报的业，不定业是不一定要受果报的业。善业与恶业。善业是良善的行为作业，如修五戒与十善事；恶业是恶劣的行为作业，如造作忤逆与十恶事。共业与不共业。共业是招感共同果报的业因，不共业是招感个别不同果报的业因，如身体不同、苦乐不同等事。二罪，性罪与遮罪。性罪是本性就是恶的，如杀、盗、淫、妄，不待佛制，谁犯了就会得罪报。遮罪是遮止的罪，如酒的本质不是恶，但是佛禁止不许饮，谁饮了就会得到毁犯佛制戒的罪。义和盛堂活动概况。一、活动预告。月日国语启慧班。
月日年国中国小成长营，月日新加坡马来西亚辅导员训练营，月日青口班，月日学界4年教育研究班，月日秋季班及常青班。2. 活动概况，月日举办学界4年教育研究班，月日夏季班及常青班开班，月日年大专高专成长营，义和与南新合并在南新纯阳圣道院举行，有7节讲课及1节道歌教唱。月日成长营上午举行学界讲员班成果发表，下午则办学界10周年活动。先由王前人致辞后，有舞狮表演，颁奖学界讲员班证书及奖状。10周年感恩回顾报告，播放影片。报告高专营、大专营、仙佛法会辅导员培训班、学界联谊参访、学界研究班、传灯营、讲员班、伙食团等之各种班务报告。此外另有15种之表演及道歌组曲。月日本日是纯阳坛10周年庆，本次营队班员则参加各种服务工作。编后语，前人所慈悲的深嘴要讲人生生被人讲，是一般人的弊病。期望我们后学们谨记此开示，彻底痛改前非，亦即非礼勿言之原则交谈必无一失。济公老师在学界仙佛班教导学员办道就是办天事，众人之事必须已到位。前提做事中规中矩，作为正当当的修道人，并开示修办道如有意见要多沟通。卫要黄帝时代有正式的房屋，纪年用天干与地支、农作物的种植收获等时辰节。气之历法、乐器与乐律、黄帝的内经、度量衡及铜器的出现等，均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农工商业及医学等深厚的基础。最难能可贵的是，为脱离轮回、超生了死，拜了72师，仍未点破生死窍门，终于拜了广成子方悟大道，成就了第3代祖师。易之含义有4，即不易、简易、交易及变易。易之作者则伏羲圣人作卦象，文王圣人作卦辞，周公圣人者有爻辞，孔子圣人则著作11部易经，为4位圣人所著作，经3000多年续而著作，其价值可观而得，真是我中华固有文化之宝也，可不惜乎？宗教依英国人类学创始人泰勒之定义，是人对神灵的信仰。依现代文明社会之宗教，可分为原始宗教、民间宗教及文明宗教。宇宙创造者为了促进世界大同，视天时、地利、人和等而造就了圣人创造不同教以劝人为善。然而其中心思想均类似，皆以义为中心而延伸，篇幅受限不详述，所以有3教合一，而今有5教合一之说。我国民间宗教有儒教的伦理、佛教的哲学、
道教之思想，三教合一融合的综合性宗教。之后有耶教、回教输入了台湾，形成了五教鼎立。五教的功能与目的是一致的。诗云：五教原来是一家，因地因人设教法，形式虽殊皆一理，迷人妄自论拟他，皆劝人为善，美化人生，及促使社会和谐。所有宗教都或多或少带有迷信的成分，可是其为民众的精神寄托、意识、做事的动力，更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原动力。白杨修道士皆要有善根、祖德、佛缘等累世修来的善知识，使能受名师意志，求得大道而修行。修道首要改脾气毛病，除去洒色财气、贪嗔痴三毒，进而遵守十大愿及佛规15条，认真全力以赴，尤其是行功立德更不可少。要想成佛，请礼拜，常持聪明智慧心。然而白杨修道士更要认识三期末劫世道与魔同降，故魔考是免不了的，要遇到魔考就退缩不前，否则前功尽弃，人生一大事就无成而终，那多可惜呀！现身为道者，要有服务大众之心，处处为众，无私心、私利、忘自我，培养道义情感，要有爱心，成全后学，己利利人，己达人，善恶一念之间，绝不可有恶念福心，要为大众谋福利，阐扬佛法，促进世界大同。刚强坚毅，直朴迟钝，则尽人矣。玄奘大师语：愿向西方一步死，不愿回头一步生。师尊云：修行人是救世的公仆，要有此认知，为道牺牲奉献是修道士的使命。修道士要守十大愿，遵守佛规15条，全力以赴，心得妙用，要基于一切唯心造。善恶一念间，反观自照无声，以求精进，行功立德，走中庸之道，并要己利利人，己达人。偈云：我心自有佛，我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何处觅真佛？人有善愿，天必从之；人有善念，天必佑之。修道人必须发大愿，又能成就天上果位，不但可建立人间净土，尤其是利益众生而发愿，是佛菩萨的慈悲精神。发一崇德经营逢甲大学伙食团度化了大学生、教授，树立了修道人生观，成立了经典研究班，以感恩之心承上启下，融入了生活之中，以精诚团结与牺牲奉献为开道精神，并集体领导、整体带动，造就了位典传师、上百位讲师及众要佛堂处，道场之开荒遍及国内外各地，是各道场效法的榜样。家庭之爱、朋友之爱，甚至师生之爱，皆属于凡人之爱、私爱。爱众之心，是属于佛菩萨心肠及大爱。只要我们能寻回爱众之心，即可明心见性也。
因此修道即在日常生活中所谓人道成，则天道自然尽矣。而且人生无常，是虚幻短暂的，我们要借假修真，并且要负起重任，度尽众生。俗云，人生如旅，即如今之个人自助旅行，一人独自空手降生于世。庄子曰：我本不欲生，忽然生于世。三字经云：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赤子之心因而染成。有佛缘之一贯弟子求得天道，遵循师尊师母慈训，借以寻找归乡路。当我们履毕，即独来独往，又一人空手回西天。今银财宝无一物可带走，黄泉路上，父母妻小又不相逢，亦即庄子所云：我本不欲死，勿然死其志。我一贯弟子的寂寞身后事，当然要以感恩之心欣然接受。临终时刻，不怨天尤人，诚心忏悔，洗净一切罪业，静心思想，从此即可返回李天，以欢喜心、赤子之心，并怀抱良心告老返乡归根面，结束6万年来的红尘之旅，永断轮回之苦。真稿启示：一贯道或新一祖之历史。2. 天道与一般宗教有何不同？3. 道学研究。4. 改变命运的方法。5. 因果之探讨。6. 修道心得。7. 读经典心得。8. 养生之道。9. 人生哲学。10. 办道经验谈。4稿请寄台南市安南区泰安街巷号李天才收。注印大德方明录年月。1. 现金部分：福慧人士5本，廖世豪1本，臧美英25本，陈木根1本，福慧人士5本，李哲仁25本，李章远25本，福慧人士25本，福慧人士15本，许琼月25本，江明宝15本，王俊贵5本，福慧人士1本，福慧人士25本，吴梦画25本，吴柏林25本，福慧人士25本。2. 华波楚经部分：杨德香25本，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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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和双月刊第7期目录年月。陈前仁春来宫公园果满价版李天编辑部。陈前仁春来宫生平行义编辑部。经典背诵专栏。必考科目礼运大同篇编辑部。盛唐介绍。龙马与神龟陈永红。仙佛圣训。泰国四球孔孟中道院仙佛班编辑部。陈前人的话，嘴淡3分立了物。历代祖师介绍。
第4代祖师少昊王子。道学研究，易学研究陈永宏。4欲其修养美华，随处做主，立处皆真化人。在生死中了脱生死大事将景因，相处相契同修共扮言明镜，一心了愿使志不宜游殊美。道学用语词汇礼仪章，仙佛圣歌，踏上前人的脚步编辑部，清心好修行编辑部，义和圣堂活动概况编辑部，编后语编辑部，注印大德方明录编辑部，承前人春来宫公园果满驾返礼天编辑部，承前人春来宫承蒙，皇恩泽丹书下诏师尊师母浩恩浩德，皆隐于中华民国95年。下午8时45分，先世俱生于民国2年，享寿90有5岁。蒙皇恩典返璞归真公园果满驾返圣谕，仅于中华民国95年。上午7时15分，在关田乡神元山义和圣堂设殿嘉祭90公祭，并举行告别式后，随即发引于台南县柳营乡路园火化，以骨灰则安奉于圣堂临时纳古塔。未入道门之前，人是一位负责尽责、安分守己、童叟无欺之生意人。学道之后的前人是一位何担使命、戒慎恐惧、全力以赴、牺牲奉献的长者，是上天特为救度众生所拣选的天使，是老祖师化娑婆为莲花帮的翘楚，是师尊、师母挽黄兰化是人的使者，精进恒持，自信圆融，是后学们追思、感恩、效法学习的圭臬义，是义和圣堂的精神堡垒。请参阅图1及图2，在封面内页，图3及图4，在封底内页，图5及图6，在第4页。承前人春来宫生平行义编辑部。承前人春来宫生于民国2年，台南县关田乡社子村人。6岁失户，全家遁。师之助，生活日益困苦，甚且贫到无力追之地，冬天酷寒时只得蜷缩在草堆中御寒。10岁时，前人感念母亲太过辛苦，为分担家计，小年纪便只身入山砍柴，在一个人挑大约6担的柴到关田或麻豆的市集贩卖。虽然很辛苦，但小心灵的孝心却日益茁壮，个性上也越来越刻苦耐劳，坚毅不拔。前人14岁时，刚好要兴建乌山头水库，前人于是前去应征工作，但因年纪太轻，工头不许，几经恳求后才勉强以试用的名义让其工作。后来工头见前人工作卖力，为人诚恳踏实，乃将前人调味内勤，并亲自教导前人一些测量及营建的知识。前人因有营建的技能，后来便成立丙级营造厂，承揽多项糖厂、水利会的工程。麻豆总冶糖厂的图书馆即是其中之一。
41岁时，前人道缘成熟，经无令典传师的引渡而求道。求道前，前人总是习惯每日3包烟、2瓶米酒的，求道当晚猛然领悟，于是立志断除烟酒，并于隔天便开始吃素。妻子刘氏见其不食酒肉，甚为奇怪，以为烹调的食物不合前人口味，详问后，也慨然跟随前人吃素。前人自幼家贫，无缘上学，所以识字不多。求道后，感于所学有限，对道场所传扬的道义、经典深感赞叹，所以积极习字。背诵经典，经过多年的精进，前人已能书写自如，许多经典都能信口道出。前人43岁时，有位前灵根有缘求道，深感天道的好，回家后欲度化其子却言，一贯道是被政府查禁的邪教，除劝阻灵根接近天道外，并立告警方，于是招来了一场官考。警方侦讯无令典传师时，逼问单位领导人为谁。典传师为免前人等人被打，慌乱之间竟随口言称领导人为一薛姓前辈，白天工作，夜间常在赤山岩出入，于是当晚警方便到赤山岩侦查。巧合的是，当天因为有一名妇人在赤山岩自杀，住持为云不知所措，乃央求与其有师兄弟关系的薛福三前人即曾带前人前往帮忙处理。当薛前人与陈前人到赤山岩后，发现该妇人尚未气绝，乃紧急召来计程车，欲将该妇人载往新营急救。由于空位不足，于是薛前人便留在赤山岩，而未前往新营。由于上天的巧安排，警方果真找到所谓的薛姓领导人，后来法院以为薛前人是住持为云的师兄弟，并未予以起诉，仅以为警罚款结案。一场山雨欲来的官考，便因此消弭于无形。44岁时，蒙上天慈悲，老前人的提拔，前人领命为典传师。为开展道务，前人敢于从事营造时间上较为繁忙及不确定性，于是决定结束营造事业，改为从事菇类、木耳的种植，如此则可较专心于道务。民国57年，前人56岁时，麻豆单位因为领导前人尚难决定，于是师尊灵坛亲自复命陈前人为麻豆单位领导前人，但前人认为在麻豆单位的典传师中，自己尚属后辈，恐德行不足，难以胜任，于是向老前人恳辞前人的职位。老前人言，此为师尊亲自复命，无权代为决定，而且身为后学，替前辈者多担待，多付出本属应该，应当要勇于承担责任，积极开拓道务才是。于是故，前人便挑起了领导麻豆单位的担子，麻豆单位的道务也见蒸蒸日上。同年，前人在麻豆南市里设立佛堂，
作为麻豆地区的中心佛堂，后来老灵坛次坛名为义和天坛。民国63年，前人62岁，新义理事会买下了草屯玉石山，打算开发成道务中心，前人奉命前往负责建设事宜，从规划、营建及监工，前人都事必躬亲，尽心尽力。几年岁月下来，包含土木工程、水土保持工程、道路开发、莲花舍及中心佛堂的兴建都一一完成。期间虽然有着不少的考验与困难，前人都本着坚毅不拔的精神，一一克服。对于老前人的指示与交办，也都是信受奉行，始终如一。民国77年，前人76岁，老前人归空，新义祖宪痛失领航，虽是满怀不舍与哀戚，前人仍打起精神，积极筹建老前人的墓园，总算上天慈悯，工程如期完成。之后，前人留在玉石山为老前人守孝，直到民国85年。民国78年，前人77岁，遵奉老前人生前的指示，麻豆单位加入一贯道总会，积极配合合法化的工作。为了道路的延展，前人与典传师们于是决意另外立的新建中心佛堂，并且为了免除日后开发与产权的纷扰，决定走向财团法人化，并且一切程序皆依法申请。在上天的慈悲拨转下，购得社子村神元山的这块土地，几经波折后，取得合法开发的建照。民国84年，前人83岁，义和圣堂终于破土动工兴建。民国85年，前人84岁，前人在玉石山的工作圆满完成，回到麻豆单位主持大祭。前人除了不辞辛劳到国内外各道场成全讲道外，便积极于神元山义和圣堂的兴建，使其可以成为顺应新时代潮流的道场，在全体前贤的诚心护持及发心下，充分呈现道场文化特色的义和圣堂，终于在民国91年，前人90岁，顺利落成。其中过程有着太多上天的慈悲、仙佛的显化、前人的愿力以及前贤们的血汗。今天义和圣堂能有些许的成就，皆是天恩师德及前人的必因与感召所致，千言万语实难叙述前人的圣德。然纵观前人的一生，只要是圣业，他都是全然的投入，即使是抛家弃业也在所不辞。这样的精神实是我们学习的典范。前人可说是各鞠躬尽瘁，死而不已的人啊。师尊慈训四心得，悟之则明，觉之则行，学之则进，修之则成。经典背诵专栏，编辑部。必考科目礼运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
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或恶其气于的也，不必藏于己，利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矣，是故谋弊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盛唐介绍，陈永洪，龙马丞相，神龟陈瑞与盛唐之渊源颇值得无人探讨，但因篇幅关系，今仅对与修道之关系作为介绍。浅论河图洛书与修道。河图洛书的产生颇为神奇。据说在上古伏羲时代，有一匹河马生沱河，突出于黄河。又说在大禹治水时，有神龟背负洛书出于洛水云云。参阅图1、2、3。河图洛书的产生所以有这样神奇的传说，原因是这里蕴藏着超凡脱俗之理、修真返骸之法和通天养的学问。任何神奇的文化都应当是以人为根本，人是阴阳的结合体，是天地宇宙的产物，又是万物之最灵者。人实是即天之后，地之精而生成，人即是一个天地的全息图。河图洛书是易学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其主体。易学主要包括术、象、理三部分，其最重要的是术。术在道家眼里是有生命的，术是机是能，可以说人及一切生命都来自于虚无有数的变化与生成。所以老子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说。有数方可以见相、见理，然后再根据相理去推断数的进一步变化，这就是简单的数、相、理的关系。河图讲体，体中也可见用，阴阳黑白点相组，呈现五方，以象五行。图整体呈圆形，代表周而不息、永无休止的深眼。它的排列顺序为：天一生水的六成之为北水，天三生木的八成之为东木，第二生火，天七成之为南火，第四生金，天九成之为西金，天五生土的十成之为中土。现将修道中常用的术语和名词组合分布于河图之中，以见其类。世上有多种修道法门，有从心智入手的属性功，有从生理气脉入手的属命功。道家主张性命双修，所以我将精、神、性、情、意、天干、地支、五行、五德、仁、义、礼、智、信以及五贼、喜、怒、痴、贪、妄等一并列组，无非是让人见末之本，以求返本还原。性者属东方甲乙木，应地支寅卯和青龙喜生，甲阳土感而生人，为元性。所摄以阴木发而生喜，为游魂所主。禽者属西方庚辛金，应地支申酉
合白虎、喜杀。庚阳金感而生义，为元晴所助。辛阴金法而生怒，为鬼魄所摄。金者属北方人癸水，应地之亥子，合玄武，喜进。壬阳水感而生智，癸阴水发而生痴。义者属中央戊己土，应地之辰戌丑未，合勾陈腾蛇，一浊一清，一静一动。戊阳土感而生性，己阴土发而生旺。把这么多名词术语组在一起，实则不过精神性情而已。此四者也不过中土点。真意、真心的变相，如果说精神交、性情合，再合于中土一点真心，至此矣的入手之法矣。再来认识一下什么是天干、地支、五行及六神兽。10个天干分别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单数为阳，双数为阴。这10天干代表金、木、水、火、土。五行的规律、坐标和功能，也即是天的功能。地支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共12个，这和太阳月亮每年会合12次有关。12之所以又代表12个月，它是的功能和坐标。五行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的顺序为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又生土。五行相克顺序为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又克土。六神兽为青龙、白虎、玄武、朱雀、勾陈、腾蛇，其性不同，以分类。河图的数皆顺生也，修道要逆数之来方可。所以有数往者顺，之来者逆之说。洛书讲用，用中也可见体。洛书行方，其谓九以象九宫，广行交合，深刻智化之道。洛书之体即中虚之太极，其机用见北翼之阳水。四阳居四正，为四阴居四偶，它的数理顺列同于天道右转地道左旋之理。西方阳经9点，移居南方火位，南方之阳火7点，移居西方经位，火经1位。行相克收敛之功。13不动行水木相生之道。但经常说7反9骸，即是生克互用，相容收敛返本还原之意。至于其他属的排列，牵涉到机用火候问题，暂且不谈。下面引用物真篇和参同气诗句，并作解，以明河图、洛书在修炼时的机用。物真篇曰：人人本有长生药，自是迷途往百抛。解长生药，即喻人之精气神。人不知修炼之法，贪于外物，五蕴、色、受、想、行、识之感，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欲等谓之所发，以致心迷行劳，精气渐衰，药物渐失。物真篇曰：四象五行全即土，三元八卦起离人。
解土即真意，太极之乡，人是北翼之水。土是根源，水是基用。物真篇曰：三五一都三个字，古今明者实然兮。东三南二共成五，北一西方四共之。物己自居身数五，三家相见结因而。解一都即太极，三个字为精气神，因而乃金丹直相，即一气也，相见混而为一之意。物真篇曰：依他坤为生成体，种相干加交感功。解先天坤，气为后天坎，气居先天干，气为后天离，气居时即取坎田离之意。请参考先后天八卦图。物真篇曰：震龙拱处是离乡，对虎牵生在坎方，二物总因而产母。五行权要入中央。解震木为母生离火子，对金为母生坎水子，二物即拱牵而产母，即火中产真龙，水中产真虎也。中央即真土也，又称媒婆也。契曰：子午数合三，物己号称五，三五既和谐，八十定纲纪。解子北一水，后天卦之坎位，午南二火，后天卦之离位。午即中午之土。八是先天卦坤土之数，时即土，属真意真心。综上所述，我编辑，据耽搁公初学者参考。以木不动，火不扬，心金不动，水不淌，金木合并归一处，甲虎甲龙。立帝王在较真龙虎一战。书星照出子中将戊土得之来应试。火焰渐烧昆仑上，待到7反9还后，方时目前宗祖相学无谓信公，还可自参自悟，有谓命功非失传，难以自晓，并不是万念不生空寂无畏，就算得了大道的始终之法。所以子阳真人在物真篇中告诫说：始于有作人难见，及至无畏众使之。但见无畏谓要妙，岂知有畏作根基之言。先佛圣训。编辑部。正坛诗。生还生路迢迢，生机生性夭夭。死地死其悄悄，死至死活萧萧。一点一命皎皎，一分一寸悄悄。梦想梦幻迷迷，梦照梦醒潮潮。无奈监班院长茂田师兄是也令帝敕令入法坛。帝坐以参在，问身贤弟妹们安。昨日匆匆遂流亡，但会夜色照心房。水中孤影对月光，进入眼底一回肠。问旧人情寄何如，风也吹送走以往。弹一曲生命歌谱，9部最共道一唱。其一，今朝历历展无常，但见春红秋又黄。敬礼容颜葬故事，记取当下新感想。问时人命归何如，雨也美霞红奔放。写一段死且不朽，天无涯认准一方。其二，明天种种托穹苍，但向松梅耐寒霜。胸有成竹操节度，云开四海志激昂。问新人前景何如，路也弯道途比长。
用一事了结生死刻辉煌丹青一张。其三，院长大人词语，平心静气先听无言，弟妹好否？三天惊动五天凯，天上地下人安排。生死由此转捩点，迷雾有道来主宰。群英汇聚四方来，因缘唯一莫彩排。诸比卯不计功过，既来则安才应该。贤弟妹们别来可安哉？精神可好？身体可安？生死可无挂碍？从本国飞往他国，只为2个字，就是知道。从自己走向群体，也为2个字，就是知道。贤弟妹们，你知道与否？知道生从何来，死从何去否？知道生的意义，死的价值否？知道生由人道，死由天道否？知道生是可喜，死是可贺否？知道生死2字非是空洞洞之说辞，生死2字乃是活生生的大事，弟妹可听懂。一朝求道非是逃避生死，乃是面对生死。一朝得道非为远离生死，乃为超越生死。弟妹有否听懂？为兄弟一句不知生死大事，何来人生励志？望弟妹记取再记取，好否？当知道生死事大，贤弟妹们入法班非同凡响，此时欲望不可张狂，此刻良心切要主张，好否？此时此刻气氛酝酿着生死的庄严，此时此刻场面排演着生死的内容，是孤寂无畏，或多彩多姿，生死一事各自主宰。弟妹可听懂？拿起笔各在左手心写上生字，写成否？弟妹改换手笔，在右手心上写上死一字，写成否？弟妹双手合十，为兄在世。弟妹同时张手一看，再一遍弟妹双手合十，乾坤同时张手一看，贤弟妹，贤弟妹，生死就在自个掌握之中呀。今天入班只为生死，切莫儿戏，好否？一般法会惊天动地，诸天仙佛搭帮助道的辅幽灵一旁跪听，人位尊，切要全神贯注，战战兢兢，有始有终，佛归守好，为兄兼班，诸比卯步不失偏呀。弟妹可听懂？再把正坛诗念一遍。一世一段生死，弟妹逢的四难的人生的中华欲大道逢名师，且要真知习之，好否？为此一场，为兄奉命赐上生死一梦圣歌一曲，望弟妹借此明理，借歌一信，再把班程序开启，好否？贤弟呀，待会有时讯闻细节，为兄隐退一旁，兼法班。承前人的话了悟，嘴淡三分力。当人工作一段长时间或长途跋涉，均会觉得体力消耗非常疲累。若此时能有一口水、一杯饮料或些许食物入口，立时感到体力恢复，精神100倍，可再继续从事工作或行走未完之旅程。前人深知此道理，
每当后学们在道场中辛苦地做准备工作或进行传道时，到了一段时间，总会准备些饮料食物，补充大家的体力，并说嘴淡三分力。简单的一句话，道尽了前人的慈悲与关怀。在人生的过程中，起起伏伏，总会有高潮或低潮，当顺利之时，值得高兴。但遭受挫折时，有时会手足无措，乱了方寸。在此困难时，若有人适时伸出援手，拉你一把，则难关就很容易度过。在修办道的过程中，各位同修刚进道场，明了道之宝贵，充满了向道之信心及决心。但过了一段时间，受到外境影响及一些现实因素而产生彷徨、犹豫甚至退缩等障碍。若在此时同修们能适时予以开导及鼓励，使其更了解再产生信心及力量，继续修办道的圣业，那才是我辈之职责。前人简单的一句嘴淡三分力，就是勉励大家发挥修道人慈悲及照顾后学的最佳写照，在后天以粮食照顾后学之身体，保持健康有用之身，来行修办圣业。在先天志业上，若遇瓶颈，退缩不前，则以先天道粮使其精进。望各位前贤同修能体会前人良苦之用心。历代祖师介绍，王子，第4代祖师少昊。少昊又作少，魏太之后同以为名的，与东方太阳崇拜有密切关系。少昊为皇帝之子，名业，修太昊之法，故名少昊，另称今天士，参阅图一。据帝王世纪所说，少昊就是帝灭，字清扬，也就是姬姓的玄霄，降居于长江流域，很有圣德，建都邑于穷桑，登历魏帝，以取父魏都，又称为穷桑氏。但依照感生帝神话的说法，又要丰富些。又号清扬氏，死葬云阳，又号云阳氏。建都取父，在位84年。据王家时遗记说，少昊的母亲黄娥有次经过穷桑的地方，那是西海边上一棵万丈高的孤桑之树，这是圣地桑林，为古代人神交通的神圣地方，也是男女相会和求嗣的情爱之所。黄娥果然与白帝之子西游，但色作歌，相互爱悦，因此感通而生了少昊，就号称穷桑氏或桑丘氏。狮子君志篇说，少昊今天士，异于穷桑，日五色，互照穷桑。穷桑是种植桑林的圣地，同时也是地名，又与太阳有关，这与滨海地区日出扶桑的母题 motif 有密切关系，所以叫做少昊穷桑。至于称为今天士，那是因为迁徙到西方，配列为西方之地的缘故。少昊叫地灭，灭也就是指为一种阴瞻之类的猛禽。
因他特爱鸟之翱翔，美姿，故以鸟为图腾，将百官赋以鸟之官号，分别治理行政、教育、司法等工作。他由偏好治鸟，故自号聂，取其志而有实力。少昊继承了皇帝的无位而治，以直而专需味香，专需喜好音乐，因此琴瑟之乐教便在国内风行不辍。少昊有5个儿子，分别命名为仲、班、贝拔、该，又名入收、穷奇。他的儿子该也成为精神入收，帮助他统辖西方12000里的大地。西山经记载，少昊住在长流山的元神之宫，直司太阳东照的反影，入收居住。在长流山附近的幽山，也是观测太阳西下的情形，所以又叫红光，是一个人面虎。爪，左耳挂着蛇，手执板斧，乘着2条龙的天神。前4位最能保护百姓，情不教化，只有了儿穷奇，最伤脑筋，天生叛逆性。他身健如虎，喜学奇门歪道，以为乐事，见人行善，则尽力迫害，见人行恶，却鼓掌叫好，故司马迁写《史记》时特记上一笔。少昊是有一部才子，毁性恶忠，天下谓之穷奇。其行迹有如今道场所谓的阿修罗魔王，专门来考验净德修业学者。如此行举，正是相对世界里代表罪恶的黑暗面，正是光明正义的试金石。少昊有此不孝子，因感不能齐家焉能治国，故把帝位传给侄儿颛顼，专心来辅导此伤透脑筋的孽子。依其情性，将之编入大挪的行列，转移其暴戾之性，后来由他专门负责捉拿毒害人类的蛊，将功赎罪。说也奇怪，从此之后改变了其性情，也提升了整个家园的凝聚性。注：大挪为上古时代用以驱除妖魔鬼怪之宫廷典礼，一队12人，以特殊面具及降魔武器，组队成军，以除祸害。易经研究，陈永红。第5节，构卦相遇与演绎的正确观念。1. 构卦彖辞曰：天地相遇，品物贤章也。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人生难得，中华难生，三奇难逢，名师难遇。你我相识即有缘，面带笑容结人缘。不失欢喜种善缘，你对我错相习缘。损我逆我消孽缘，生老病死了尘缘。果报好坏皆因缘，慈悲为怀修佛缘。2. 演绎须知卦爻的10位刚柔成章之道。独来独往之道，天位、人位、地位，天上地下之理。96之数，既济卦。天位曰阴阳，人位曰仁义，地位曰刚柔。3. 6爻与人生、学艺、修道6大阶段有莫大的关系。就人生过程论。上爻曰：人生之终点，死其道。
五爻曰：方为人上人，赚到钱。四爻曰：吃得苦中苦，当老板。三爻曰：为学艺有成，出社会。二爻曰：为长大成人，长大了。初爻曰：为赤子之心，刚出生。就人体、家庭关系立论。上爻曰：头部，祖父母。五爻曰：胸部，父亲。四爻曰：腹部，母亲。三爻曰：臀部，大哥。二爻曰：腿部，本身。初爻曰：脚部，老幺。就国家、都市角度立论。上爻曰：太后，花莲市。五爻曰：君王，台北市。四爻曰：诸侯，省辖市。三爻曰：三公，县辖市。二爻曰：大夫，乡镇。初爻曰：庶民，乡村。就修道、修义的因缘论。上爻曰：成道，亢龙。五爻曰：了道，飞龙。四爻曰：行道，跃龙。三爻曰：学道，替龙。二爻曰：得道，见龙。初爻曰：不知道，乾隆。四、研读易经的正确观念。易经是教人达到大人境界的书。孔子引述干卦95，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文言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与天地合其德，大公无私，天无私履，德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宇宙无私德。圣人无私心，君子无私念，与日月合其明。12口有四恶，绮语、妄言、恶口、两舌。心有三恶，贪、嗔、痴。身有三恶，杀、盗、淫。四相：我相、人相、寿者相、众生相。三心：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五戒：杀、盗、淫、妄、酒。与四时合其序，春、夏、秋、冬。那种性亦没有失掉。子曰：与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篇。与鬼神合其吉凶，打破传统对鬼神的看法。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甚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悟而不可疑。使天下之人斋明圣福，以成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诗曰：神之革斯，不可度斯。审可涉斯。夫为之险，臣之不可掩如此夫。中庸时6章。亦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书。说卦传之论说，
和顺于道德，而礼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朝看东南黑，必定午前雨。目观西北风，半夜来风雨。早起天无云，日出光见明。目看西南，明来日定清明。春夏东南风，不必问天公。秋冬西北风，雨下不相逢。5. 结论：融会贯通易经，运用于世，达到易经生活化，生活易经化，易经修道化，修道易经化。第6节，文王后天八卦的真谛及内圣外王之妙。1. 论先天八卦与后天八卦的相互关系。4. 正卦不变，4余卦变。2. 论文王后天八卦的含义及地出正途的相互关系。说卦传曰：地出乎正，其乎巽，相见乎离，至义乎坤，说言乎兑，战乎干，劳乎坎，成言乎艮。地出乎正，地在中间，中间藏有玄机，地为上帝也。履卦曰：刚中正，履地位而不咎，光明也。太卦6五，地以归昧，以指元吉。豫卦曰：先望以作乐崇德，因见之上帝，以配祖考。易卦6二，或易之石朋之龟，弗克为永贞吉，王用享于地。鼎卦曰：烹饪也，圣人烹以享上帝。归昧卦6五，地以归昧，其君之昧，不如其地之昧良，月己旺。涣卦象曰：风行水上，涣。先望以享于地，利妙。有朝一日移动了，一声雷开天辟地，移动再动，成为永远的天保存住，为何要？在东方，因为东方为春天，叫春雷移动，万物化生。其乎巽，转到东南角，为3月天，其为万物清净、清洁、整洁。相见乎离，见到了前王、主人翁、天星、光明之道。要见到他们才能达到利见大人的境界。至义乎坤，开始为人服务，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也是农作物准备要收成的时候，有如人求道，学艺后，你就要开始为人服务。说言乎对，服务要心甘情愿，高高兴兴，为之乐愿。也是秋收的时候，日落西山的时候。战乎干，西北角，诗云：香在耳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动而静，不言而信。屋漏就是藏在西北，西北角藏有玄机，干卦的金刚体就藏在西北角。这时候快要晚上了，我们不能随着晚而休息，要再战乎干，金刚体不能破。劳乎坎，易大传第12章第3节，劳谦，君子有终极。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得，后之至也。欲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胜，礼言恭。谦也者，至公以存其位者也。臣言乎艮，中庸曰：臣者，天之道也。臣之者，人之道也。臣者，不勉而忠，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
诚之者，则善而不执之者也。学道学艺一定要有诚心，才能有始有终。3. 论地出正途与人生的关系。山水蒙卦的启示：茫茫望茫往。佛曰：来也空空，去也空空。庄子曰：我本不愿生，忽然生在世。我本不愿死，忽然死其志。顺治皇帝曰：来时糊涂，去时迷，空在人间走一回，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后我是谁？长大成人方知我，合眼朦胧又是谁？不如不来亦不去，亦无烦恼亦无悲。4. 结论。艮卦彖曰：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中庸22章曰：为天下至诚，未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与。活佛师尊此事，最大的束缚来自于执着。有了我执，必定无知，不了解真伪。4. 欲其修。杨美华。1. 前言。身为人才，必要才德具备，修道不离办道，在办道中不离修道。修道内得修养，自我反省，自我关照，自我更新，自我提升。办道才能培养，必须接受训练、调教。4. 欲是我们身为一个修道者必修的课程。天道普传时期是内度己，外度人。4. 欲其修是为达内圣外王的功夫。兹对4欲介绍如下。2. 德欲等于至中，主静存诚，厌居通天的主一个静字。纯真容中好，存一个诚字。厌居乃是闲居，也是安适之意。老前人慈悲，修道去俗气，培养正气。正气乃纯真之心的发露程，诚乃是本心发露出是真心，做的甘愿，做的欢喜。师尊慈悲，无限的疼爱，无限的付出化为应该。诚乃是超越时空，诚乃是平等心、慈悲心，诚乃是妙行无助。所以诚则灵，处事和举，明五伦，行八德，负责任，守纪律。世间是一个团体，生命是一个共同体，是因缘和合，也可以说业集合。有善缘恶缘，有善业有恶业，在这因缘当中是一个消业的因缘，亦是一个造业的因缘。消业守纪律，明五伦，行八德。造业纪律不守，五伦不明，八德不行。守人伦道德士举，乃是做人的基本原则，站在什么位置担任什么责任。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眼观现今社会现象，用一个乱字来形容，何以如此？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师尊慈悲，在圣在凡不可离开常道，在富在贫不可遗忘孝道，在职在位不可违反中道，在修在办不可忽略公道。常道、孝道、中道、公道乃是规矩，修天道、人道要先圆满，修道乃是落实。在日常生中，实际不是虚有其表。理事中规，理事有原则，绝似无事末，配义众肯节。理事人若不合我意，乃是我无量；我不合人意，乃是我无能。任何环境变，即因缘变。理事的大原则不能变，即是不能离开大原则本体本心。六祖坛经：若密真不动，动上有不动，妙行无住。外缘变化，事情变化，要先对照自己的心。心动了吗？同流合污，或出污泥而不染。有守住自己的原则。原则，孔子绝似无义、无弊、无故、无我。无义，没有自己主观的意见。无弊，不定要如此，法无有定法。能活泼应事，能事变应变，把事情处理的圆满。无故，不固执。人心要单纯，人心单纯则人事单纯，应诸事犹如无事。无我，时时要想到别人，不为己谋福利。论语：君子之于天下也，无事也，无莫也，义之与彼。处理任何事可以不讲利益，但不可以不讲道义。淡泊宁静，淡泊明志，志在平天下。宁静致远，远和忧无疆。清心寡欲，不贪，乃是修道人的写照。咱们这辈子到底用了多少的时间在道场上？用多少心力在兄弟姐妹身上？用多少精神在修办道上？有时在忙忙碌碌中忘记自己是个修道人，用世俗心做世俗事，同流合污。只想到自己，只看到眼前声色名利，忘了自己的誓愿。师尊云：欲逆境没心情修，欲顺境就忘记修，受到考验就困难修，经济不紧，更没空修。志要看远，不看在眼前，至于道，至于平天下。六祖云：唯求作佛，不求于物。于物是想要而不是需要。不求于物，淡泊一切外在的有形物，对世间物、日常所需物品用而不执。唯求作佛是一种动力，不是着相。学佛之行义，淡泊名利，不求于物。要求自己，修持自己，改变自己。要有佛的慈悲心，化人心为良善，济世界为大同。三、智欲等于允文法。智由得所流露出的方法，得不够流露出的法是种实。用我去辨别，去施法，作用出来含有私情、意识，是落于生灭对待。
师尊云：真正的智慧是修道无畏，行道无我，率性而自然。无我即心空，空才能生万法。智度善性，摄千千法，度万万人。师尊云：度人是清明的功夫，圣贤的作为，菩萨的心肠，能抱于坑坎中，便是活菩萨，能脱身于大牢笼及大英雄。佛说难言菩提众生，其性刚强，难调难服。俗云：一样米养百样人，世间人百百种。师尊云：遇才华之人，须耐他傲气；遇朴素之人，须耐他志气；遇刚耿之人，须耐他暴气；遇挑达之人，须耐他福气。度人用法加耐心加爱心去感化他，即使顽石亦能点头。成全发心，亲之，心之，引发冲天至成全才能成长，有成长方能成就。发心，由内心深处发出一股向上的力量。没发心，不能超越自己习惯、脾气、心灵没法提升，没精进心，没有机会消业了愿，不能超脱生死轮回。师尊云：求道10年有什么了不起？有发心才不得了。我们都曾发心过，当时当下的发心还在吗？还持续吗？自求道以来，咱到底发心多少？做了多少？改变了多少？有发心就会用心去做，去改变，去突破，去超脱，去承担。有发心者，不可能变可能，由世俗变超俗，由不会变会，由暴躁变温和，由凡夫变圣贤佛。亲之，咱心要与上天亲，与师亲，自然咱就会亲近兄弟姐妹。心之，以真理当清洁剂，明理方能实修，去除弊习。引发冲天志，有发心了要立定目标，立志向。亲口如诉，学办道礼节，做人才，度人求道，上讲台讲道理，入厨房煮料理。授业利基，育之育之，成就善功德。道业要能够永续经营下去，道场要有生机，一定要培育人才，青出于蓝更胜于蓝，长江后浪推前浪。育之，谆谆教诲，培育后学，并让后学有做的机会，于做当中体会感受到自己的责任，更能融入道场，为更多兄弟姐妹服务。育之，适当的赞美，增加后学的信心。毁誉不动心，那更是好。成就善功德，无为而为。解惑护父，解疑破惑，导其正精进。护念父主，引进菩萨道。有一不明，直不化生怪；一念无明，可以使人坠落。人为什么会无明？因为理无入心。师尊云：讲道听到有什么了不起？有体会才不得了。众生最大毛病是知道道理，但是不会用道理。放下懂吗？做得到吗？解惑是前贤对后学的责任，使其了解因缘观，
因果观，使其认理为真，任性。为我，不要以我来看事、用事、办事。后学无明时要有爱心去关照，更要有耐心开导，使其道念不退转，引进菩萨道。4. 体育等于允悟，允悟等于毅力，等于办道的精神，等于刚强。无心则刚，无畏则强。师尊云，修道不是一昧的在考虑我要承担什么责任才适合，选择我要在什么环境修才适合，计较我要跟那位领导修才适合。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以为法则。己利利人，己达达人。师尊慈悲，修道第一功夫，以身作则。身为人才，前贤者要成全后学身教，重于言教，以身作则。身为一人才，要度化众生，如自己众生都度不了，如何度他人呢？先要求自己，令自己言行举止合乎道、合乎理，才能达到不令而行，己立方能立人，己达才能达人。无畏勤劳，深操心虑，任劳任怨，勤奋精进，生命旺盛。点传师慈悲，道场是时代使命的舞台。道场上有道务有道亲，但道场上也有共业，也有各种考验，要能任劳任怨，要勤奋精进。各种考验是考根基，考国后，练心性，练修养，考得过，练得过，会命更旺盛。圣人欲车，效圣人之直欲，法老子之终日行，不离辎重。老子曰：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圣人终日行，不离辎重。全天修行，众圣轻凡，舍身办道。任人则重，此以道远。修行不离开时间空间，修行不得休假。师尊云，要图而是明理修道尽心办道的人才，成为能武能屈能伸的人才，成为一个前贤信任后学仰赖的人才，成为一个舍物、舍我、舍身、舍心的人才。5. 群育等于治和，治和等于配合，等于办道力量。修道在于个人，但办道万人分担。人是个体，心要同体。调和人际，我活在群众中，必以五伦调和于群众，群众活于天理中，必以天理调和人际关系。有和使能和。师尊云，和者融会贯通，不和原因自封。合同大道宗旨，不合只是作风。合理未必合性，不合转为认同。合群一门学问，不合岂能成功？承上启下，努力以为前辈器重，以为后学敬爱，以为同辈乐相交。继往盛开来学，道脉可绵绵不绝。见道成道，四海兄弟；见道成道，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师尊云，难得有一世因缘，千万要善握善习。难得有一条理路，千万要有始有终。难得有一次机会，千万要一人一份。难得有一共目标，千万要用心同德。
并欲不备，五教同源，枝丫同根，既决举废，并欲不备。五教本是一家，不要分你我他。万法归一，一归本根。三其末节奉承天运，皆续道统，要普化众生。六结论。师尊慈训。修道是对自己，办道对众生。内圣而后外王，两者是并进的。随处做主，立处皆真。化忍。一前言。临记录云：随处做主，立处皆真。意指人不管在何时、身处何处，皆应不被周遭环境影响，要保持清净无为的本性，才能做自己的真主人。立身处世间都能无心无欲的率性而为。率性之谓道，诸子曰：人物各循其本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二，你的真主人在家吗？一个家庭若无一家之主，会成一个家庭吗？一个人若无灵性，会成一个人吗？仙佛班师兄太子爷做题考。1年1月等于1星号，1等于1正1是什么？师兄再问1正1是什么？王，做王还不够。师兄说，当了王，还要求道，求一点，变主。师兄又问，牙齿什么时候掉下来？弟妹能不能做主？头发什么时候白？弟妹能不能做主？但是求道就不可以不自己做主。求道时由挂号、点佛灯、献供至引宝施立愿等整个仪式，让求道人总尽心念，以能会见真主人。师兄又说，咱们今天来入班就是学习自己做主，慢慢1分钟自己做主，何其自信，本自清净，1点钟自己做主，1天自己做主，1年自己做主，1生1世自己做主。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1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物。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义和盛唐也有4。务目的使众生能戒相明理。颜渊曰：回虽不敏，请示思语矣。故得一善，则全福因而弗施之。仙佛班师尊灵坛慈悲，中秋一别徒儿们别来无恙呐。这有多深的含义呢？点到时名师，临终受一点，知主保无恙。师尊又开示，认真，认真，徒儿还认得真吗？太危险，太危险，为师不安啊。3. 让你的真主人当家做主。师尊老大人说，求道不是把自己生死大事交给仙佛，也不是把自己生死大事交给老。求道是要把自己生死大事自己做主。又说，不管怎样生死大事皆要周详。又说，一朝求道非是逃避生死，乃是面对生死；一朝得道非是远离生死，乃是超越生死。
如圣老前人是心意三贤之一。圣老前人于民国年恳求张老前人让他回哈尔滨顶节。圣老前人无年已老，虽生无用，牺牲个人能救千万人，虽死犹荣，无怨足矣。吴敬与前人说，当年他送圣老前人回哈尔滨，上火车时圣老前人告诉他要把生死拉平。圣人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只要问心无愧，其他只有尽人事，听天命，由老天安排。凡夫贪生怕死，难道就不必死吗？师尊，吉凶祸福是天主张，与因果有关。毁谤称誉是人主张，与别人有关。立身行道是己主张，与自己有关。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圣老前人求人的人，是自己当家做主最佳典范。末后修行要懂得看得透，放得下，如果依然舍不得，请问那些虚假的恩情，热闹的门面能代替你的生死吗？因此身处虚幻的人生要保持积极的信力，愿力以有限的实践做最有效之事，那就要好好思考，确立信心。与人相处，有信则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无信则小事变大事。信是道源功德母，常养一切诸善根。师尊说相信是学道的出路。信是用心或用口，两种皆要故曰信心。谈经，口念心行，心口相应。信心有两种，第一种是盲目的信赖，佛法僧通常因此而导引人开始修行，引迷入悟。第二种是真实的信心，是稳定不动摇，是从认识自己内心而生起的。虽然我们仍然有其他的烦恼杂染需去克服，但是咱们还是得清楚地彻见自我内在的一切，使咱们能断疑生信，进而达到个人修行中稳定。咱老前人是愿信当前，有愿有力量，了愿了因缘。师尊老大人说，三曹普渡的开始是由信愿做出发，三曹普渡的过程是由信愿做支持，三曹普渡的结局也是以信愿做收圆。信承诺，愿报守，信愿一生。学道、修道，相信是第一步，一定要有信，才能在学习过程中不断精进、不断进步。学习过程中，如果有一些疑惑，怀疑所学所修的道是不是真的，精进的脚步将会停顿。老前人慈悲，初求道第一个10年，道心；第二个10年，人心；第三个10年，血心；第四个10年，魔鬼心。人为佛魔同体，一念善则佛，一念恶则魔。师尊慈悲开示，要从佛魔一念中修成信愿行正之定力。人生最迷惑的不是你要走那条修行路，而是你心中到底有没有路要走，这才重要。真心修行要透过自我慧性，
转识成智，依自己根性去实现自己的愿力、利益。一切有情众生，转识成智。今年是狗年，若有人跟你开玩笑，说你真是好狗命，你要如何应对？坛经，菩提般若之智，是人本自有之，只愿心迷，不能自悟，虚假大善之。10是导见性，这个悟就是觉醒，觉醒才能明白人生无常，真理佛法的实相，也才能透过智慧断除一切烦恼束缚，圆满真正的人生。修道在于智慧的开悟与心灵的觉醒。坛经，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万年愚。从愚昧无明中修成灵妙智慧之顿开。在修学过程中，觉得早造业少，觉得慢造业多，佛曰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要知道，人的智慧潜能是无穷尽的，但往往深藏心的最深处，受制于人心的私欲，因此也就无法发挥自信，流露自信，在累世的流浪生死中，才有今天难以断除的习性、秉性。师尊老大人曰：当心你的念头会成为你的习惯，当心你的习惯会成为你的个性，当心你的个性会成为你的行为，当心你的行为会成为你的因果。俗语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明知自己是来修行了愿的，却糊里糊涂跟世俗潮流过日子。要知道生死轮回的时间越长，所累积轮回的力量越大。这股轮回力量让6道轮回众生习惯造业，习惯走原来的路，只因习惯成自然。有智慧的人及修行来改变人生，如老前人。要知圣人与凡夫差别在于心。仙佛班时，师尊老大人要厨房人员到佛堂说，为师不在乎徒儿有没有好料理，为师只在乎徒儿在料理的当中有没有好心理，欢喜心或是不欢喜心。圣人能把内心光明显露出来，永远实践。凡夫明知世间是假，却不愿从假境中跳脱出。世尊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既是虚妄会消失，就是假，也就是不实在，也就是会消失。偏偏咱们为不实在看不透，眼睛有病。逍遥翁云：迷者真成妄，悟者妄成真，妄真在迷悟，迷悟全在人。遇事则悟，遇境则迷。缺乏智慧的人，不是为自己而活，总是生活在与别人相互比较之中，殊不知人比人气死人，其目的就是要别人羡慕、称赞，反而渐渐迷失自我，过着痛苦折磨的生活。师尊感叹曰：世间真的那么让徒儿颠倒吗？生活真的那么让徒儿烦恼吗？流行真的那么让徒儿引诱吗？物质真的那么让徒儿追求吗？为师真想天天开班啊！因为徒儿们都只有在入班的当下，才能激发智人勇的非凡。
道在过生活，圣贤领悟多言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贫贱是苦境，善处者自得其乐。富贵是乐境，不善处者更苦。吕先祖劝君为善为无钱，有也无。或到临头用万千，无也有。欲要留君谈善事，空也忙。一旦无常命归空，忙也空。不是上天没有时间给你，而是你被生活中小事给绊住了。不是上天没有机会给你，而是你在平顺安详中给错失了。而我执、我见是心最大的包袱，它不但侵蚀慈悲的热能，也掩蔽了智慧的光明。唯有打开心量，善用智慧，才能无我地接纳一切。要了解世间一切都是借用而已，莫要执着，莫要神迷，就清醒，就认真理，勇于承担。修行要懂得把握住最后，接受挑战，勇于承担，不可怕吃苦，将吃苦当吃补。师尊要搬圆，是人才举左手，是前贤举右手，同时师尊也批训。隔天，师尊，徒儿啊，你们知道昨日举手是在消业障，道是应时应机的，时机一过就没了。当机会来临，要勇于承担。圣人与凡夫一样走修行路，一样受挫折与考验，不同的是，圣人善用环境，坚持到底。凡夫心随境转，遇难退缩，有够慈悲，把机会让别人。师尊云，白羊期修道要的是各个白羊天使都能负起一份责任，没有负责任，如何有成就？没有成就如何中选？没中选就是淘汰，怕负责任就是淘汰，中选是自己争取，淘汰是自己放弃。以后圣人与凡夫差别就在此。一个修行者要学会珍惜自己，珍惜现在所拥有的，尤其重要学习当自己主人，勇于承担，勇于接受挑战，活出热忱，活出坚持，才知当下即是。结论，师尊云，修道要有所依循，精神上依循前辈的脚步，效法老前人精神；文字上依循真理，以道为依归，小心谨慎，修办用心。修道难修，就是无以真主人用事，以个人意事用事。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但智者了了分明。故六祖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多用心，不可用多心。师尊曰，修道要用心，用心是可以成就的，别多心，生活越简单越好，修办越单纯越好，保持原来的心，别七弯八拐的了万殊归一，在生死中了脱生死大事。将景音一前言，百年世事三更梦，万里乾坤一步棋。师尊曰，烦恼的代志，生死上大，成功的意义第一就是完成自己世间烦恼的事有什么？师曰，
身体还健康吗？生命还坦荡吗？事业还顺畅吗？家庭还幸福吗？不管怎样，生命大事切要周详。五祖曰：是人生死事大，汝等终日，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信若迷，福何可救？上天为了兄弟姐妹生死大事降下了真理天道，信理真传，将道来普传，为了我们能够了脱生死。佛为了兄弟姐妹生死大事降生在世。二，为何有生死？有生必有死，每一个人一旦出生就已经被判死刑了，只不过何日被执行，不知道而已。盖生死簿上的更改日子，我们没有机会去过目之故，如此的生死必然性。人生就像一台刹车失灵的车。院长大人曰：昨日匆匆遂流亡，今日吵吵斩无常。人生是一个大舞台，生死轮回如剧本，导演是自己。古今中外英雄豪杰的生死观。孟子曰：死有重于泰山，亦有轻于鸿毛。其实生的真谛是在于服务人间，死则意味着服务人间的时间已完结。心念的生死，为何有生死？被蒙蔽、污染了。最上乘论：一切众生迷于真性，不识本心，种种妄愿，不修正念，故即增爱。心起，以增爱故，则心气破漏，心气破漏故，即有生死，有生死故，则诸苦自现。心有了生死，一念心动则入生死，妄念不起，则超生了死。心的起心动念，对待好坏、善恶、升降、佛魔不两立。落在是非对错中，落在争名夺利中，落在我执我见中，落在自以为是中，落在要求埋怨中，落在愚痴无明中，落在纷扰诱惑中，落在懈怠退缩中，迷真逐妄。诗曰：人心徘徊至不尽，迷失西东。命运周旋因果动，无限时空。戏剧续演生死恋，情欲放纵，终究沉溺名利江，漂流匆匆。世路沿靠烦恼山，痛苦重重。走过缠绵恩爱村，继续前冲。人心徘徊至不尽，迷失西东。桎梏好挂爱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命运周旋因果动，无限时空，这是命运来自因果。命运夭寿穷通，喜怒哀乐，思怨情仇。命运来自过去，现在接受。缴贷款的利息钱是因为杀害、冤枉、伤害造成的，这是所接受的无形遗产。命运的坎坷，身体的坎坷，事业的坎坷，家庭的坎坷。领利息，永远有利息在人间。圣人仙佛如何了因果？只有发心忏悔，行功立德。戏剧续演生死恋，情欲放纵。一片白云横谷口，几多归鸟尽离巢。人自无始以来，为何一直在生死苦海？
中徘徊，流浪不知归处，就是一直着于如痴如幻如梦如醉的世间假境中，迷失了自我。世人常言，人生如戏，你只管尽情去演，但别太入戏而忘了真正的自己。为何续演生死恋？无知、无明、蒙蔽，以假为真，以苦为乐，以不净为净，以无常为真常。仙佛曰：如何演好你自己？自己当家是谁导演这场戏？戏中演好你自己。不管你是生旦净未丑，都要尽力，不能丝毫假意，全心扮好自己角色。每一出戏有结局，故事感人，让人流下泪滴。终究沉溺名利，将漂流匆匆。世人想要拥有，贪求无厌；圣人想要放下，拥有包袱重地狱，放下一身轻天堂。世路沿靠烦恼山，痛苦重重。清净经，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谓有妄心。既有妄心，即精其神，即精其神，即着万物，即着万物，即生贪求，即生贪求，即是烦恼。烦恼妄想，忧苦身心，便遭着辱，流浪生死，长沉苦海，永失真道。颠倒一言，颠倒一步，颠倒一念，颠倒一时，把烦恼转入菩提。走过缠绵恩爱村，继续前冲。师尊，忏悔我自扰情爱，牵扯六亲缠绵。如五祖、弘忍大师、释迦牟尼佛、南海古佛、老前人等。诗曰：爱的痴迷叫做执着，情的眷恋叫做困求。我们不要被情所困，由小情化作大有情，由小爱走向大爱。黄南因云：在人生熙熙攘攘，起起伏伏，在生命中真真假假，恍恍惚惚，命运坎坎坷坷，反反复复，修道清清楚楚，灵灵如如。六祖曰：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自性本自具足，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不动摇。三、上天赐给我们自性三宝：佛清净，法公正，僧有情。总之，今天会有生死心病了。自性若生死，被心所缚，不能做自己的主人，活在过去的恩恩怨怨，别人的不肯定，不能转念，不能放下，心中有毒，颠倒妄想。四、如何超脱生死？圣人三藏12部经多次的乘愿而来示现人间，如师尊师母、圣训、家乡信书、五教圣人等启示。六祖云：一切众生自闭光明，贪爱沉静，外缘内扰，甘受驱驰，便劳他事。尊从三昧起，种种苦口，劝令请息。院长大人云：要知道生从何来，死从何去，生的意义，死的价值。
生由人道，死由天道，生是可喜，死是可贺。一朝求道，非是逃避生死，乃是面对生死。一朝得道，非远离生死，乃为超越生死。此时此刻气氛酝酿着生死的庄严，此时此刻场面排演着生死的内容，是孤寂无畏，或多彩多姿，生死大事各自主宰。相信生死一梦，以求永生。精进。南极仙翁曰：认真不过于生死。诗有三不弃：不弃情，用至情来感化自己的痴迷；不弃理，用至理来教化自己的无知；不弃法，用至法来度化自己的顽固。真理是醍醐人间极品，生机无限。精进真理之洗礼。永嘉禅师语：大丈夫震法雷，敲法鼓，辩辞云溪洒漏。秉慧剑，般若风息。金刚焰，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胆。用真理来转自我之法轮，从自我的愚痴修成美妙智慧之顿开，从自我的懈怠退缩修成勇猛精进之人才，从自我的烦恼妄想修成知足常乐之单纯，从自我执我见修成接受包容之良策，从自以为是修成低心下气之品德，从指责别人中修成自我圆融之原则，从自我从纷扰诱惑中修成生活禅定之主宰，从自我软弱无力修成龙象的精神。永嘉禅师语：龙象促踏润无边，三圣五性皆醒悟，转因果之法轮。过去、现在、未来，我们要抽心指背，260中忏悔，发心很久，发愿让我们在因果命运了找到一条出路，从妖兽穷通中修福慧双全之缘分。修福不修慧，福中也造罪；修慧不修福，慧中也糊涂。透过闻思修三部曲，从因果业力中修成消冤解孽之积极，转生命之法轮，知命、认命、运命、创命，宿命归命途，生命为造福。栗子、刘明、邱长春。南极仙翁语：方向盘把握住回头的归宿，人间道记录下人我的抱负，龙华会恢复回永恒的幸福。仙佛曰：在心中破除一切迷，在生命中精研一切理，在眼前关切自己，在手心握住时机。末后依着习未言，名人在此诉一番，渔夫时的还乡道，生来死去见当前，转心之法轮。六祖曰：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三界为心，万法为识。心地观经，三界之中，以心为主。十法界，佛、菩萨、圆觉、声闻、天道、人道、阿修罗道、地狱道、畜生道、恶鬼道，一切为心造。
永嘉禅师云：学道之人不识真，只为从来认识神，无量劫来生死本，痴人幻，作本来人。心地观经，能观心者，就近解脱；不能观者，就近沉沦。历劫修行，不如一日明心见性，横梭妙法，不出心地法门。六祖曰：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及众生，自性觉即是佛。慈悲集是观音，喜舍名为世智，能尽即释迦，平直即弥陀。人我是虚迷，邪心是海水，烦恼是波浪，毒害是恶龙，虚妄是鬼神，尘劳是鱼鳖，贪嗔是地狱，愚痴是畜生。如何转心？心亦用功夫。达摩西来一字无，全凭心意用功夫。定静安律的沉淀，抓猫的故事。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点燃心灯法轮常转，从觉醒中来觉悟，从明白中明理，从反省中反求自己。南极仙翁云：观自在，心切莫流浪，速速修行自有主张。观自在，心切莫顽强，速速修行珍惜时光。观自在，心切莫荒唐，速速修行利益十方。观自在，心切莫彷徨，速速修行回归天良。观自在，心切莫放任，速速修行掌握生死，超越生死。5. 结论。诗曰：生死的大事不要一天过一天，生死的大事不要一年过一年，生死大事不能耽误。诗曰：为了真我而提起精神，为了传道而放下舍身，为了三曹而付出一切，为了解脱而道途认真。南极仙翁云：因为老了，所以要趁早；因为老了，所以要做好；因为老了，所以要知道；因为老了，所以要逍遥。越老越宝越力量，越轻越好越保障。老有所终，功德歌颂，人生不留空洞。相知相契同修共伴。言明镜。1. 前言。我们都因一大事因缘而相会。以前佛有一大事因缘，皆要齐庄中正，诚心沐浴，恭恭敬敬才能成事。单打独斗与闭门造车的修办观念，容易使道场日益萎缩，慧命断绝。2. 相知以德，其免同修共伴。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许多人总是目前拥有的，不觉可贵，不知道哪一天失去了某一段缘财，来悔恨后悔，怕到时为时已晚，后悔也于事无补了。要如何达到不后悔呢？就要把握当下，珍惜每段缘，这正是所谓的惜缘。相互认识、理解、接纳，是一种在交往中伴随始终的心理过程，因而如何达到彼此的认同和理解，
避免误会和偏见，这是保持人际关系和谐最基本的条件。多去关心别人，去关心别人的时候，自然而然就知道他需要什么，他心里在想什么，不用问他，他就会告诉你，这叫做现代的他心通。相知以德，共办共成。对于修行的人来说，德行乃是无上的至宝。借着通修之间的相处，来磨练你的心性、脾气、毛病，借着通修之间去圆满自己，圆融众生，圆融你的愿，圆融你的使命。每一个人都必须处在团体之中，假若不跟其他的人合作，将会很难有所成就。尤其是修道、办道，把每一个人的心团结起来，才能够创一番大事业。团结这颗心要驱除我见，若太执着，将很难融入道场中。我们佛堂道务有没有进展？原因在哪里？症结在哪里？那为什么会有埋怨，会有不平衡呢？为上者没做到慈悲，为下者没做到恭敬，上下不一条心，那才会有埋怨。整个佛堂没有半点朝气，没有半点温暖，就没有人喜欢回来。在同修共办中要有共识，因为我们是在群体里面生活，而要有共识就需要沟通。我们要手牵手，心连心，达成一样的共识，不要再分彼此，也不要再论短长，这个世界已经够苦了，不要再制造一些纷争，好不好呢？同心才能成为一个圆，同德前途才能光明，才能呈现最真实的自我。最真实的自我就没有分别心，要永远守住这样的一颗心。大家都是同修，彼此要互相提携共勉，遇到困难大家一起帮忙，不分你我。患难之中才能显出道之尊贵，在受苦当中才能体会出人生的无奈。3. 气应天恩师德，使智点亮烛光，至诚应心。万事万物都有禅机，只要平时多体悟，就能领会于心。你跟仙佛之间没有交流吗？在你最至诚的那一刹那，你的心里会有一股暖流流过来，就是你们的良知良心。在你的良知良心发现的那一刹那，你找回它了，你就能感觉到有道。在那里，就在你所作、所行、所言。当下你的磁场跟上天河的时候，就是所谓的心心相印。所以一个人要常秉存正念，你的磁场跟仙佛相合，你就能够慢慢的跟仙佛相通。所谓磁场即是你的心念、心态、理念。人的心没有太多挂碍、烦恼，当下就能和仙佛契合。有些人说这是心诚则灵，那种契合就像父母和小孩一样，不求回报，疼在心里，不忍小孩受苦。天恩师德浩瀚，沾了天恩，咱们才得以重生，得以修道，
得以办到，咱们得到多少上天的慈悯，还有诸天仙佛的谆谆教诲。我们偏了，仙佛就来提醒提醒；我们迷了，仙佛就来指点指点；我们退了，仙佛就来提携提携。这一切不都是天恩吗？师尊担此三曹重任，好像太阳一样，带给大地众生智慧和光明，向大汉降了法语甘露，滋润众生干枯的心田，即常养善根，像船长一样指引迷津，让众生登到彼岸。师尊、师母给我们立下了典范，表现了大无畏的精神。希望我们身为后学弟子的，要好好效法一番。我们都沾到了天恩，能够求道，有了这个道场可以办到，行功了愿呐。这些都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有多少的前人，有多少的前辈，他们让岁月带走了他们的光阴，一年一年，一天又一天，献身于道场，利益于众生，才换来了今天呐。今我们踏上了修道这条路，大家要用心回想回想，前面的人是如何走过来的，后续的人又要如何帮人铺路呢？以后咱们都要好好思考，什么叫做继往开来，一代传一代，上一代传给我们，我们就得把它巩固好，再流传给下一代，点亮烛光。现在社会最缺欠的是什么？爱心。希望徒儿共同培养一颗充满力量、流奔光明的爱心，去造福人群，去照耀这黑暗的末日。人人都知道，都感叹社会黑暗，但是没有人肯去为黑暗的社会点亮一盏灯来照耀社会，所以他们只知道探视。探视不如救世，你就是必须要设法点一盏灯，照见你自己，也照亮别人，这叫做救世。探视不如救世，救世不如点灯。我们要散发一份热，才会有一份力量出来，如果那份热不散发出来，如何温暖自己，温暖别人？如果没有办法温暖自己，那自己不是觉得被冷落、被冷漠，好像被别人抛弃，自己都不看重自己，不爱惜自己，那谁会爱护你？所以首先要爱护自己，再爱别人。我们奉献出自己的时间，就有千百万人能沾到光荣，是千百万人能得到天恩的浩瀚，能求道，能修道，能回天呐。咱们自己牺牲又如何呢？牺牲不过只是一个自己，但是却可以救度100个人、1000个人呐。即使我们的兄弟姐妹有所偏差，有过失，也不容许我们去批评他，去排斥他，去检点他，我们更应该去同情、可怜他，包容他，教导他，规劝他。风风雨雨谁不怕？是是非非谁没有？失败挫折谁没有？可是难道就因为这样而不修道办道了吗？我们要记得，我们可以重来，但是不能退步呀。
这是咱们的理想，咱们的抱负，千万不可以退缩。不要忘记了，我们还有九玄七祖，还有众生在受苦，也别忘了，我们还有自己的誓愿没有了。这么多的众生没有救度，我们怎么能这样停止脚步？怎么能认输？怎么能退步呢？4. 结论：希望你们把自己的心声融在道场，上天时时都欢迎你，众生时时都对你有所渴望。希望共同沾到我们的道光，希望共同沾到幸福的温馨，不管你我是星星或是月亮，同样是白羊会上的元朗，何须分彼论此？何须把自己置之一旁？来吧，有份有缘，共同伸出一手，共同来把盛业开创，共同来把周儿摇动，共同来把这世界美化，共同来美化人人的心灵，不需犹疑，不需迷惘，我们要自告奋勇，我们向前勇往，共同勉励，一直到达龙华会上年学界天人合一班，一心了愿矢志不移。游书美1前言：师尊云，汲取前人的壮烈心血不断，把身捐训感召河山。圣老前人，大舍大得，不舍不得。何老前人，五大牺牲，牺牲财产尽尽为大义，牺牲名誉难堪为大人，牺牲家族情爱为大慈，牺牲生命不顾为大用，牺牲功果不计为大智。2. 一心是佛心，信我是佛，何处觅佛？诗云：修道修信念，信是修道的基础。我们要相信道真、理真、天命真，能够肯定自己，才能摩所挂碍。所谓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经云：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佛是以证悟的众生，众生是为修正的佛陀。此心是真心，不是妄心，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佛与众生觉性无二，直同而量异。众生沉睡于四生六道中，从未真正清醒。诸佛菩萨用各种方法唤醒我们，唯有清醒才能真正的活在当下。3. 了愿即了命，愿不能了，难把相还。愿是原来的心，亦是与佛心心相应的心。众生待业往生如石头海，须即愿力，不至沉沦。发愿是修行的助缘及动力。师尊云，立愿是给自己一个发心，向上天表白，给冤欠一个交代。古佛云，虽经千百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自当受。4. 考验生智慧，行到水穷，坐看云起。玉不琢，不成器，佛法既然在世间，当然会有很多考验，能欲尽转念共系大道体，才不负天恩师德。师尊云，真道真考古难移，有情无情是根基。纯阳大地，迷雾间不让生命进退时不落深渊。5.
结论：是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人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年学界天人合一般，道学用语词汇，理一章。二义，了义与不了义。了义是说理非常透彻究竟的意思，如宣说真实义理的大成经。不了义是说理不透彻和不究竟的意思，是指为方便而说的经典。二爱，欲爱与法爱。欲爱是凡夫们对五欲的贪爱，法爱是菩萨们对正法的喜爱。二道，难行道与易行道。凡依经教，在此土积累功勋，断惑正真，修因得果者，皆属难行道舍。凡依念佛法门，往生净土，于彼国中，仗佛威神，终成正觉者，皆属易行道舍。有漏道与无漏道。漏是烦恼的别名，有漏道就是带有烦恼。不清净的道法，如三圣行人在见到真理以前所修的一切行法，无漏道是无烦恼集。清净的道法，如三圣行人在见到真谛以后而顺着真理起修的一切行法。二语，又名两舌，即搬弄是非，离间他人。二寂，涅槃寂与生死寂。寂世界的意思，小乘人是生死与涅槃有分界，但大乘人体悟诸法性空，是生死即涅槃，无界限可分。二漏，有漏与无漏。漏是烦恼的别名，有漏就是有烦恼，无漏就是无烦恼。二谛，俗谛与真谛。俗谛又名初谛或世俗谛，即凡夫所见的世间事相。真谛又名第一义谛或圣义谛，即圣智所见的真实理性，亦即内证离言法性。二余，深深的苦果与烦恼的残余，叫做二余，若加上业的残余，便叫做三余。二谈，世间谈与出世间谈。世间谈就是凡夫的布施，或圣人作有漏心的布施。出世间谈就是圣人无漏心的布施。二藏，经藏与律藏。经藏是佛所说的经文，律藏是佛所说的戒律声闻藏语。菩萨藏。声闻藏又名小乘教，即说声闻缘觉二圣教里的经典，如四阿含经等。菩萨藏又名大乘教，即说修行菩萨道的经典，如华严等诸大乘经。二障，烦恼障与所知障。烦恼障又名惑障，即贪甜痴等烦恼，能使众生流转于三界之生死，因而障碍涅槃之业，故名烦恼障。所知障又名智障，即众生有无明邪见，无明邪见能覆盖慧解，令不聪利，因而障碍菩提之业，故名所知障。是障与理障。贪、甜、痴等烦恼能使生死相续，障大涅槃，名是障。邪见能碍正知见，障大菩提，名理障。二德，智德与断德。智德即菩提，因菩提能透视一切的事理；断德即涅槃，
因涅槃能断除一切的妄惑悲德与智德。悲德是诸佛菩萨利他的德行，智德是诸佛菩萨自利的德行性德与修德。性德是自性本具的德，修德是用功修来的德。二正是正与理正。在三学中，修戒学是正，修定慧二学是理正。二护，内护与外护。内是指自身内在的心，外是指外在的亲人眷属。二觉，本觉与始觉。本觉是本有的觉，非是修而后的，九界众生皆有此觉。虽经无量劫的生死流转，而不动不变，与佛无异。始觉是因为本觉随缘现垢染相，又因为一向垢染，今日开始悔悟，生起觉心，所以谓之始觉。其实本始同，是一觉。譬如油灯，原是光明的，此名本明，中间一度被风吹灭了火，成黑暗现象，此名不明，后来又把它再点亮了，因为第二度的明是暗后复明，所以明。谓始明，其实本名始明，其名相同。等觉与妙觉。等觉是与佛差不多相等的觉悟，妙觉是微妙至极的觉悟，也就是佛的觉悟。自觉与觉他。自觉是使自己觉悟，但要把界内见思惑与界外尘沙无明惑悉皆断除，才是达到自觉的地位。觉他是将自己所觉悟的真理转而觉悟他人，此二觉圆满，就称为佛。二观是观与理观。事观是观察一切因缘生的事相，理观是观察一切事物的理性。二边指常断二边见。无常误认为有常是常见，非灭误认为断灭是断见。有边与无边。边是边际的意思。世间一切的事物，必假众缘和而生，无有自性。虽无自性，但不能说是无，是名有边。又世间一切的事物，即假众缘和而生。缘无自性，无自性，则一切法皆空，不能说是有，是名无边。二边中间无碍，受五蕴身心是一边，解脱五蕴身心又是一边，受了今之五蕴身心后，中间因修八正道而解脱了后之五蕴身心，这就是由此一边经过中间，而到另一边，三者相关联，而性相接近，无可取者，名二边中间无碍。二禅，四禅之一，即色界二禅天的禅定，其境界是定心细微，无寻思的心所。于三受中只有喜乐的二受。二禅天，修成二禅的人所住的天界，在色界的第二众，共有三天，即少光天、无量光天与光阴天。在此二禅天的天人，因无寻思的粗动，所以能够避开劫末的大火灾，但因为心中还有喜乐的念头，所以不能避开劫末的大水灾。二真如，随缘真如与不变真如。随无明之缘而起九界的妄法，
是谓随缘真如。虽随缘而谓妄法，但其真性不变，叫作不变真如。因随缘真如故，真如就是万法；因不变真如故，万法就是真如。有垢真如与无垢真如。有垢真如是众生所有的真如，无垢真如是诸佛所显的真如。在禅真如与出禅真如，此是有垢真如与无垢真如的别名。生空真如与法空真如，空人我之后所显的真如叫做生空真，如空法我之后所显的真如叫做法空真如。依言真如与离言真如，真如之体本来就是离言词之相与心念之相，叫做离言真如。依假名之言说而显其相，叫做依言真如。安立真如与非安立真如，此是依言真如与离言真如的别名。二法身，经光明经所说的理法身与智法身。理法身者，诸佛与众生同具的本觉理性，在众生为无明所隐没，在诸佛则为始觉之智而显现。智法身者，始觉之智究竟与本觉之理契合。菩萨璎珞经所说的果集法身与应化法身，果集法身就是法性法身，应化法身就是方便法身。璎珞经所说的自性法身与应化法身，自性法身就是真身，应化法身就是应身。谈鸾所立的法性法身与方便法身，法性法身是证得法性理体之佛的真身，设在三身中之法身与报身中。方便法身即是由法性法身而示现的种种方便化益众生的应化身。圆照所立的理法身与事法身，理法身就是如来所证的真理，事法身就是戒定慧等五分功德法。义和盛堂活动概况。一、活动预告。月日，学界4年教育研究班。月日，中秋节特别节目。月日，人才在教育清赏。月日，大状元读经会考。月日，小状元读经会考。月日，学界4年教育研究班。月日，国语启慧班。二、活动概况。月日举办国语启慧班。月至日举办年国中国小成长营，除做团体活动外，授予参辞价之礼节及中西餐之礼仪，参阅图一。月日举办年轻口班供人参加，有3归3清4正去浊流清及5戒等课程。月日举办学界4年教育研究班。月日举办秋季班及常青班。常青班之课程有修道者的纲纪、浅谈学道、老年人常见眼科疾病及教授太极拳等。编后语。陈前人出生于贫穷家庭，从小刻苦耐劳，曾参加乌山头水库之建设，得以向日人总工程师八田宇一先生学到测量与营建技术，认真学习努力工作。之后受雇
于筑基组担任营建工作。光复后自行创业，卓然有成。求道后繁盛工作更加努力，当业务鼎盛时，承蒙师尊灵坛亲自复命担任麻豆丹，为领导前人。复于民国年奉和老前人征召前往玉石山建设新义道务中心，并于和老前人成道后，守墓7年才回神元山。在守墓期间，抽辖前往全省有名寺庙观察其建筑，提供建设圣堂之参考。前人在领导麻豆单位时，弃凡从圣，全力推动道务，且弘扬国外。其慈悲关怀道亲修道，巨细靡遗，无为不至，无私无我境界，可说是白杨修士的风范标杆。期望我们后学跟随着前人的脚步，一步一脚印落实修道、行道及办道，以效法于万一，以为其在天之灵。院长大人灵坛赐予生死一梦圣歌一曲，为的是要让道亲知道人生一大事。要知道人生从何来，死从何去。在道亲来说，生是可喜，死是可贺的。无人求道并非逃避生死，乃是面对生死；得道并非为远离生死，乃是超越生死。无人生死均掌握在自己手中，期望好自为之。嘴淡三分力是陈前人勉励道亲照顾后学的话语，其不但是可让工作劳累的人可恢复体力、精神，在道务上亦影射后学遇到困难或阻碍时，不但是可接受前贤的开导或鼓励，又可主动向前贤请益。易经对天地、人生、修道方面具有奥妙的含义。如卦爻有天位，曰阴阳；人位，曰仁义；地位，曰刚柔，成章之道。其六爻对人生过程、人体、家庭观、系、国家、都市角度、修道、修义的因缘，均有明确的论点。研究易经要有正确观念及意识，教人达到大软境界，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书。文王所作后天八卦与先天八卦之关系，则四正卦不变，四余卦变。其含义：一说卦传曰地出乎震，其乎巽，相见乎离，至义乎坤，说言乎兑，战乎干，劳乎坎，成言乎良。其与人生之关系，正如庄子及清顺治皇帝所云：来也空空，去也空空，永远在四生六道轮回，唯有求道，使能了脱生死。四欲其修是修道士必修之课程。四欲是指德欲、智欲、体欲及群欲而言。德欲是培养明五伦、行八德之德高望重之修士。智欲是培养智慧高超之修士，以力度人度以推展道务。体育是培养修士有丰沛之体力、毅力、精神，以身作则，以达己利利人，己达达人之道务发展。群育是培养修士能承上启下，是发展道务为共同体，
不分彼此，群策群力以达成任务。如此四欲其修使能达成内圣外王的功夫。引迷入悟的修道士要能把自己的生死大事由自己做主，但要当心你的念头会成为你的因果。在260中把握当下，人为佛魔同体，有善念则升天，有恶念则下地狱。善恶在一念之间，要能修到随处做主，立处皆真，则尽道矣。五祖曰：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终日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信若迷，福何可救？人有生必有死，人生是一个大舞台，生死轮回如剧本，导演是自己。院长大人云：生由人道，死由天道，生是可喜，死是可贺。三期末节到降，庶民无人三生有幸的名师一指，可经修办到了脱生死回相认。我们都由一大事因缘而相会，所以要珍惜这段缘。在学界道亲年轻无家累容，易沟通，大家要手牵手，心连心以达成共识，为道业献己能，把天道传到世界每一角落，以净化人心，社会和平早日促成世界大同，是现今学界道亲的最大任务。由于和老前人的五大牺牲，将道传台湾并成为天道基地，我们只能求道成为师尊之徒儿。俗云：神仙本是凡人做，只怕凡人心不坚，成圣就凡皆由自己所选择。而今无人以求道，就要发心了愿，书世济人，遵照师尊开示，修道修心，办道静心，把握每个当下，全力以赴，那么成道之时定指日可待。注印大德方明录年月。一、现今部分，福慧人士5本。李张远25本，李哲仁25本，陈永红25本，黄桂美25本，陈品英25本，陈少廷25本，林传志15本，陈火明5本，陈盈全5本，福慧人士25本，福慧人士5本。福慧人士3本，福慧人士1本，谢梦阳25本，谢云奇25本，福慧人士5本，福慧人士25本，吴梦画25本，廖世豪1本，翁明满25本，李瑞芬25本，杨振中25本。李信荣25本，李正远25本，王翠双25本，李正成25本，钟义华25本。二、划拨处经部分，杨德香25本。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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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和双月刊第8期目录年月。义和盛唐介绍。
九龙半母图不达，经典背诵专栏，必考科目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编辑部，仙佛圣训。泰国四球孔孟中道院仙佛班编辑部特别报道：天下满温情缘守住万养泰国四球孔孟中道院。承前人的话，个人修个人的个人生死，个人求了悟。李氏常家言：信李真传回乡觉路王坤德。历代祖师介绍，第5代祖师颛顼王子。道学研究，坛主人才应以至诚之心与尊师重道承上启下，完成使命周前人。易学研究陈永宏，简述何老前人在绝经中周正山律己以调和人际，对社会曾肃林，人生都要学习做人编辑部。白杨天道的书圣编辑部，学艺心得刘家信，另类妈妈编辑部，道学用语词汇里一章，学界园地，推动读经，营造祥和社会。周茂年前人，我们一同来读经。黄从辉，仙佛圣歌。前人的爱编辑部，永远的圭臬编辑部，义和圣堂活动概况编辑部，编后语编辑部，注印大德方明录编辑部，义和圣堂介绍，不达，九龙半母图参阅图1。时值三阳开泰白阳应运之际，天道大开普渡，天恩师德则被三曹人鬼先其沾上天无极老之恩典。斯时义和圣堂诞立于大时代的来临，在庄严肃穆中，承接着为往圣继绝学，开万世之太平的神圣使命。而圣堂中所有建筑及文物的摆设，或及圣人经典、圣训之典故，更洋溢着天道普传之讯息与内涵。诚如孔子，圣人在易经系辞传曾言：被物致用，立象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此单元九龙半母图是延续上单元所阐述的龙马呈祥，神龟呈瑞，也就是由和洛之真谛，让我们更能有迹可循地追溯到道的根源，毋庸置疑地在仓颉圣人未创立文字之前的年代，举凡天地间一切人文事物之传承，莫不凭借着象之延伸相传上古伏羲圣地承蒙上天垂象龙马附图于黄河，于是就根据图中之10个数分布在1、6居北，2、7居南，3、8居东，4、9居西，5、10位中央而创先天八卦，观天之象，执天之道。既知孔子圣人在易经系辞传阐述着一阴一阳之谓道，既知者善也，诚之者信也，诚信存，道义之门。禹帝治水在洛河建灵龟背。附文传以9个数字代表出世人变化交易之道，而定洪范9筹，依洛书之改9律。1左3右7，2 4位间，6 8位足，5在中央。而洛书之中数只有见5、
尧对河图之50之中数，而演化出先后天同位之陈述，实在陈述中见五不见十，而实又在其陈述中道出河图是体本，洛书是用，末有体生发用，即用体又在其中。由此河洛之中数演络出圣人在道统心法脉脉心传之传中的最佳延伸。然而老子在道德经也记载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间其犹橐越乎虚而不屈，动而越出，多言数穷，不如手中。因此九龙半母图中之自象是宇宙万物及我们灵性之本体本力而道生，所以九龙半图之启示是上天降道普度96元人，其返故家乡归根认之重要指标，亦是俗语所传颂的道宋门庭之最佳注解。自古传说中，龙生9子各有不同，意味着天生万物各秉其性，故天生万物有物有则。万物之中，生9窍者少，而人为万物之灵常，得天独厚，人得其全。若人能得此道者，则万物皆备于我也。人能得其一，则万事毕，则能永伴无生老。在中央之是宇宙万物及我们人类之灵性的根源。在天曰理，复人曰性。于物谓物理，于事谓事理，在人又叫性理。老子在道德经称谓有物混成，先天的，而生寂息寥息，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谓之名曰大，大曰是，是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的大，王亦大。域中有4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的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故叫天道。大道因不假造作是自然而成，所以也叫做无生老。而那9龙之9称作数之众，龙被誉为众生或元胎佛子。在这3期白羊应运之际，我们务必要把握良辰佳期，赶快求道、修道、办道，才能超脱生死苦海之轮回，达本还原，归根认。也唯有斯时天时应运之到来，才能逢此机缘。这都是上天慈悲降道之恩典，诸佛菩萨、诸天神圣搭帮助道，又圣人诚愿来人间阐道，更欲留经典作天道普传的到来之最佳见证。老子圣人在《道德经》就阐述着只有这个时代的来临，上士、中士、下士不同阶层的都可得闻大道。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效之，不效不足以为道。而当我们神游一和圣堂，一开始就有9龙半母图作启示，于观览之当下，仿佛进入了时光倒流之隧道中，正奔驰在人生如逆旅的回家之路上。
归心似箭的记，一起生我们灵性的老娘，正无时无刻在等待着我们这一流浪于生死苦海轮回中的原胎佛子，早日回顾家乡去团圆。经典背诵专栏，编辑部，必考科目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异世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一。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先佛圣训，编辑部，正坛师，真心印真相清真体验真理明。假水平假山绿假造多假定平，一枝草一滴漏一念起一世情。同志行同周际同道处同分灵，无乃八仙之一何仙姑是也凤，命界窍显化隐身早餐，天价在问贤士可知真假，真自训中训如正坛师，假自训中训亦如正坛师。良药一帖保证一生不病。一、三宝养性根1钱。二、八德通心花2钱。三、六味消毒草3钱。四、十愿宝器叶4钱。引词：驾别贤士返天教命去，贤士们好自期许。训中训，水是水，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是山。水非水，山非山，见水非水，见山非山。水还水，山还山，清清楚楚，自信本然。假境迷乱，真心印真相在洞彻玄关。凡眼看红尘是真真假假，不知本言。灵性真肉体假山绿假景寄居与环，时空间实验正无极造化相扣环环，故本根植真草一滴多少滋润芳甜。生理生性里奥虚心假意不如修禅，去无明先明漏一念定审朝暮清安。空有参真假物，没有凭据智慧达观。正本位风水起一世一运转化分干，末节年太平是一条支线牵系因缘。
同感情，同志行，同舟楫，同到其扬帆。方向远，观处显，前方分路，抉择北南。万殊途，同归向，真载万灵妙不可言。道可道，非常道，强名曰道，老子可参。朝闻道，夕死已无以伦比，孔子兴叹。求真道的真传道统，渊源莫有自专。非口传为心应，融会贯通，本自俱全。以有形应无形，借假修真，得养尊严。美而真相善，水平假面，起一心感天。烦恼少，清净多，灵山底下，世外桃源。假灯红，真酒绿，假造同，至情意不堪。欲望身体现，假清心寡欲，为复简单。一指点验，拟定一滴情，同周载永泉。真和同，真一品，三宝同对，济公点玄。五大教理归一路，一认同，安抚万端。十主体名节之，一贯道脉，分布五泉。大玄机，假花草，末后处境，灵尊收元。假祖师，真考验，安分守己，如是圣贤。是仙佛，是菩萨，真假就在真假之间。正坛诗，人海浪里翻腾，卷起一团疾风。我曹水火惊动，滚成一片橙红。一座天桥搭上，衔接一段西东，并且走回云路，画出一道彩虹。俺老朽，南极寿星凤，命至中道院，引申早餐。老驾在问，宝宝身心可嘉。瑶池水酝酿成醉魂的醍醐。仙衣斜飘然在无极的天兜，三山坡弥漫着离别的气数。天令鼓提醒了启程的当初，清净灵投入到造化的胸腹，玲珑体沦落变大地的命途，鼓神动演变出百态的万物，万能心思想起形色的有无。智慧源川流过时代的进步，学问海泛起那梦想的浪珠，成功路约束于知识的程度，道德线连接至现实的孤独，回光镜照不见本来的面目，羁旅带遗失掉使命的包袱，欲望包攀援上荣华的爱慕，万花筒吸引向无尽的贪图，方向盘把握住回头的归处，功德仅储存好资粮的满足，人间道记录下人我的抱负，龙华会恢复回永恒的幸福，沉默能很久也不是秘密，人我一并最真的故事。当知道回首就开始明了，眼前的所有隐藏着什么，越诉说越迷惑，感受到才是真实的。人我皆在同一个位置，越微笑越从容。从打开心门以后，道的沟通音声都化了，在圈和点人我里以爱做最善坚持，不再怨尤忘掉心事和猜疑，只要相信人我同在一个故事里，共创造美好的结局。在情和缘人我里以心做最美坚持，不再守候面对自己和问题，只要相信人我同在一个故事里，共创造美好的结局，一起写幕后的结局。特别报道：
泰国四求孔孟中道院，天下满温情远守住万养。泰国清迈府方县万养村，因连日下雨，于年月晚间受到山洪爆发及受到土石流卷毁之浩劫，造成大部分房屋被严重冲毁及人员死伤狼藉，损失十分惨重。参阅图一。位于泰国曼谷的孔孟中道院，参阅图二，原本正在进行3天的法会。参阅图3、4、5、6，忽接获此灾情后，孔孟中道院的冯兴聪及杨德胜2位点传师立即召集相关人员筹备前往满目疮痍的灾区做实地勘察，了解受灾情况，并决定由泰国孔孟中道院慈善基金会发起救济捐款，并于月日上午到灾区发放急难慰问金，盼望协助万养村村民早日家园重建，恢复生产和生活起居正常。勘灾当天，由2位点传师带领几位重要干部及道亲前往万养村，车开进村庄看见了溪中滚滚的泥浆水流湍急，当印有泰国孔孟中道院慈善基金会字样的箱型车抵达救灾中心时，灾民们用着一种期待救助又无奈的眼神热烈欢迎我们的到来。在了解灾情中，车子驶在泥泞的路上几次差点动弹不得，走了100余公尺映在眼连的是满目疮痍的景象及迎面扑来的是难以忍受的腐臭味，沿路看见许多老人家及小孩一点一滴地清理着被淤泥蹂躏过的家园，有些人更无奈地凝望着多年辛苦耕耘的家园被毁于一旦，这一幕幕真令人鼻酸，此情此景真令人感慨浩劫无情，人生无常，生命无价。由该村救灾委员会简报指出，于33年前该村曾遭遇同样的洪流，幸运的被当时的皇家罐头工厂挡住，才将一切伤害损失减至最低。此次洪患中，这工厂同样适时发挥了它的力量，减少一些难以想象的伤亡与损失，但可惜的是，这间工厂经在这场无情的洪水中被一位平地了。据报受灾程度，房屋全到有户，受创%者有户，%有户约%者户，死亡人数、民众伤民，这次土石流的浩劫由此可见惨重。赈灾当天，由泰国孔孟中道慈善基金会顾问团主席刘鼎祥及副主席侯友文2位率领要职干部暨道亲等一行10数名探访慰问，并由冯兴聪点传师代表发放慰问金，依受灾程度的不同，从3000铢至1000铢不等，总计救助金发放共24万2千铢整。发放慰问金后，在众人热烈鼓掌欢迎下，冯点传师慈悲与村民们说些感言。各位万养村的朋友们，大家好！看到灾区的灾害及家园的摧损，心中有许多不舍。现在的灾难非常之多，天灾人祸无不是人类所造成的，希望大家共同来维护水土保持，以免灾难再度发生。
此时孔孟中道院是来自于台湾一贯道新义神元山义和圣堂的爱祥单位，在泰国已有19年的光阴，道路推展顺利，经聘请记者南法小姐为顾问，对道路之推动量必更有注意。参阅图7、8，我们设置了一个慈善基金会，本着孔子成人孟子取义的精神，人积己积人溺己溺的爱心来帮助需要援助的人，且这些善款是我们道亲发挥无畏的爱心来协助灾民能尽快重建家园，远离悲痛。中道院尽此绵薄之力，盼能助此地区尽早恢复原貌，最后祝万养村早日脱离土石流的阴霾，远离恐惧，早日重建完成，并感谢所有参与这次赈灾工作的人士及道亲。当我们一行人正准备离开时，有位我们亲口人才名叫雪华的姐姐，她心有余悸地向我们叙述着，洪水来时她的房子连同家人全部被冲走，母亲与姐姐到鬼门关口走一遭，80岁的母亲被急速的土石流冲走，这时候年迈的母亲不知何来的力量，在漆黑又奔腾的土石流中连续爬过4间房子的屋顶。当他恐慌地抓到一枝折断的树干时，救难人员及时赶到将他救起。而姐姐是被泥浆冲到1公里以外的山脚下，正当姐姐想着生命已绝之时，整个人忽然被一棵大树挡下来。当她奋力爬出时，发现只受了1点的腿伤。这位雪华的姐姐含着眼泪，紧握着平点传师的手说，阎罗王不接受他们，这都要感谢上天慈悲，从这一刻起要好好珍惜生命，回报上天慈悲。虽然我们赈灾工作已经告一段落，但是重建的工作才将开始。万养村的街道满目疮痍景象将深深烙印在所有村民及你我的心里，无情天灾人祸已造成无数的家庭破碎及多数人的无家可归，财物生命损失无计其数。让我们一起用最真诚的心祈求上天慈悲佑我苍生，让万养村及全球人民远离灾难，永无苦难。个人修个人的，个人生死个人求了悟。在修学道的过程中，时常会遇到许多的状况，难免会去请教前贤大德。当然，作为前辈者，亦会提供一些建议或方法供我们参考，但实际上仍需要我们自己去实践才能成功。但有些前辈者所提供的方法，我们照着做，不一定有成果，或者自己并未照着去实行。这时会怪罪前辈者没跟我们讲清楚，或者未能督促我们，以致成果不显著。这是不公平的。作为一个白羊的修道士，必须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自己要承担，亦要负成败的责任。因为道场中争功诿过者大有人在，
成功之时必要有自己的一份，失败之时则推诿责任，总有理由指责别人。人只要修道，不论在道场中或不在道场中，于日常生活的行为举止，一定要合乎道，因为自己的作为要自己承受。只要自己真诚所为，积多少善功，1分1厘均记在自己的账上，不因外人的干预而有所增减。所谓大道无情，是指上天是大公无私的，上天有一座天平，不徇私护短，只要我们努力多少，积多少的得或者犯多少的过与错，必定1分1毫详予记录。回去之时，功过相抵，决定升降，绝对赏罚分明。因此臣前人见道中同修们，有时为了道务责任分担较重，难免有些怨言，或亲友及周遭环境所加诸的一些压力，而心生怠慢退之心，总会以个人修个人的，个人生死个人求，并述其意，来勉励后学，使后学更加精进。因为修道是为了自己的本性清明，旁人的观感就不用在意了。李氏常家言，王坤德信理真传回乡绝路。天命的理性本是善，具有仁义礼智信等一切美德，只要依循此善性而为，即合乎道。然而受气领所居，物欲所蔽，尘缘熏染，欲望束缚，理性因之逐渐衰为泯灭。人与禽兽最大的不同，在于人或多或少尚存有几息灵光不灭，可作理性的自觉。这里所谓的自觉，是指凭借着外物或他人的指点而悟的觉醒，觉悟到自己来自于无极理天的理性，活着时依理性而为，展现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价值与意义，将来归空后也应回到无极理天，这是追本溯源，更是认理归根真，但禽兽则无此能力。几万年来，人以外的动物在生活行为上，可以说没有稍作提升的改变，而人不但接受家庭、父母、亲人的教诲，更依次进入学校接受老师的教育，回归社会时接受贤达人士的熏陶，透过如是知识经验的探索，人类文明才能不断提升，生活日新月异的进步，而更重要的是借着此等教育，不断启发其理性之自觉，使其逐渐扩拥高尚的道德品格，甚至恢复天赋的全性，而真正成为万物之灵。这就是中庸所说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也是唐大文学家韩愈所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是人兼教育首要也是终极的目标。奈何师道衰微，授业者有之，解业之惑者有之，然传道者则无，解道之惑者更无。实因不明道之究理，理性有而不知其有，无从指明天赋至善根源的指落
于文言字面解读，或以为儒家之言即是道，或以为照本宣科，说做人道理，即是传道了。其实这恐只知有人道，却不知有天道，顶多也只能称为教授生活技艺术业的名师，而非点名理性自觉、回乡大道的名师。无怪乎自古以来许多自觉人生虚幻繁苦，有志追寻真理解脱者，还要千里访名师，万里求口诀，无奈地抛家弃世，入深山古林，顿世离尘了。梁代智公和尚说，不逢名师出世，枉服大乘法要。俗话说，任你聪明过眼敏，不遇名师莫强猜。五教圣人皆为一大事因缘而出世，摄教说法中，其一生不肯少息，无非要教人开悟转迷，传道度生，指明信理真传，回乡绝路。甚至嘱咐后继道脉心法的祖师，代代慧命传承，不令其断绝，所谓佛为传本体，师逆复本心。奈何圣佛祖师涅盘离世后，或因教派分歧，真假难辨，随着时间的逐渐久远，菩提顿法失传，流于枝叶末法，数流动尽，声色化人，真道正法遂隐晦不明。虽有经典明训一事，却如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一般，不明心法，便不得经卷之要，无从了知经卷之真谛，只留于念经赞颂、苦行渐修，或捕风捉影难入恳请的舒适罢了。怕的是亦如同知识教育一样，欲至于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道，而无心之全体待用无不明矣。大学臣子卜筮格物致之，却是好手难成啊。看到的只是多的满街走的大师、法师，而理性自觉、回乡大道已然断焉。时值白羊之期，人心最为险恶，水火刀兵劫难平人，上天有慈悲好生之德。弥勒祖师、天真名师大开普度，一指心法点明天赋理性至善的，实是末后医者。回乡绝路，有道是佛法无人说，虽智不能解，这里的人可不是普通一般人，也当然不是教师，可也不是大师、法师，而是道脉心法名师。所谓无师不说，语律应尽，性理性即来自于无即理天，天命之谓性。因此回返的不二法门，即是名师一点之性理真传，率性之谓道。点明天命性于人生之处，自能当下人性与天理、天道合同，达天人合一之境，这即是中庸所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真意，亦即孔子所说无道一以贯之，道是用天命自性一去贯通的。一窍通，窍窍通，一理彻，万理彻。这是一贯道修持学习的殊胜处。从一贯道总会训转改，历代祖师介绍。
王子。第五代祖师颛顼。第五代祖师颛顼，玄帝，高阳氏，魏轩辕皇帝之孙，昌邑之子，年10岁辅佐。少昊，20岁即位，出国于高阳，因号高阳氏，后都于地丘。有关他的记载，大致是属传说与神话部分为多。事实上，他不但承袭了曾祖父皇帝的智慧，并在少昊叔父的麾下接掌了一套以道治民的政治理念，天下自然安定。史记给他的赞语是：审尽渊深而有智谋，亲民通达而知事理，生养才。物以尽地利，顺时行事以法天道，平依鬼神以治一法，调理五行以教化，洁净前臣以祭祀。据《山海经》之记载，颛顼一登基首先做的一件大事情，就是派了大神众和大神离去，把天河的通路阻隔断。原来在这以前，天河的虽然是分开的，但还是有道路可以相通，这道路就是我们所讲的天梯。天梯固然是为神人、仙人、巫师3种人而设，但下方也许有许多勇敢智慧的人民，凭了他们的智慧和勇敢，也可以攀登天梯，直达天庭。所以春秋时候，楚昭王问大夫关射父说：“我看见周书上这么记载着，说众河离就是隔断天地通路，叫天河的不相通的人，这怎么办解释呢？照这样说来，若是众离不隔断天的通路，岂不是下方的人民都可以上天了吗？”这个天真的问题恰好说明了古代神话的真相。的确是这样，那时天和地是有道路可以交通往来的，人民有了痛苦，可以直接到天上去向神诉说，神也可以随便便的到人间来游玩。人和神的界限并不是很严格的，可是很不幸，据有的书上说，天上出了一个恶神叫蚩尤，就利用这机会偷偷到下方来，煽动下方的人民跟他造反。当初南方的苗民独不肯跟从他，就制作了种种残酷的刑罚来逼迫苗民跟从他，久而久之，苗民受不过这种酷刑，又兼眼见行善的受罚，作恶的有赏，就渐渐在罪恶的空气里泯灭了善良的天性，都跟着蚩尤做起乱来了。这一变就变得比一般最初跟蚩尤作乱的人都要凶，那目的恐怕就是要帮助蚩尤夺过上帝的神座。这样一来，据说大多数善良的百姓因此便首先遭受了他们的祸害，于是那些无辜被杀戮死掉的冤魂都跑到做上帝的皇帝面前去诉冤。皇帝派人去查一查，果然查出苗民的罪恶实在重大。为了保护善良百姓，皇帝就点齐天兵天将，到下方去痛剿苗民。结果蚩尤被诛，苗民被灭，剩下的少数的解疑再也不成不足，完成了上帝的大讨。
到了颛顼继承皇帝做了上帝，这场变乱的教训，使他思考着，觉得神和人不分出界限，混居在一起，总是弊多利少的，将来难免没有第二个蚩尤起来煽动人民和他作对。于是他便命他的孙子大神众和大神灵去把天河的通路阻隔断，叫人上不了天，神也下不了的。虽然大家牺牲自由，维持了宇宙的秩序和安全，应该是公认的好办法。从此大神众就专门管理天，大神灵就专门管理地。颛顼在位计78年，皇帝训颛顼云：原有大环在上，大举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大环者天也，大举者的也，法天法的，即可治民。坛主人才应以至诚之心与尊师重道承上启下，完成使命。周前人。前言：一贯大道，实非旁门与烧符念咒之法，亦非小乘旁支或长生不老之事实。即儒家所谓圣功神化与佛家之所谓圆明觉性，亦即道家之返璞归真之理同。13教最上乘要旨与末后依着了魔分别。一贯大道之心法，系天人合一的桥梁，是超生了死之正法，是历代祖师之心法结晶，借此能断轮回，返本还原，回见无生老。故黄极金丹宝卷朝元品云：天机罗列最分明，真法虚含一窍中，圣心照见垂此敏。祖道披扬继上乘，直结根，原开性理，指明方寸见无生，善明向上菩提路，传授人天达正宗。悟玄篇云：夫人身中一窍，名曰玄牝，若名此窍，则三才万物悉备于我矣。又云：点破玄关窍，知来宗，晓去路，永绝轮回。生来这条路，人人通晓，归家路不指点来。去不精，点玄关通天窍，轨距神经的真传窍窍光明，来时容易，去时难，名师一指。点破玄关，翻身脱壳，透出九重天。太和堂书帖一载，玄关窍无极圈。悟彻玄关非等闲，84001贯，360股节穿，5精华5德现，人生日月小天地，点开玄关通天眼，千佛不敢乱传宣，只因捷运来的险，才传一字再难。言要度因回家转，超拔众返本源。南宗葫芦歌云：直指单传这葫芦，不得葫芦怎奈何？这葫芦价千金，自古仙佛不敢轻。有缘若遇一贯大道，此道得之者立地成仙，但百千难遇，非大根大气仙佛应世者不易遇也。皇帝传玄子戒也曰：此道至重，必受以前者，既非其人，虽积金如山的方万里，勿以此道谢之，若妄谢，必遭天谴。因此感恩上天老祖师、师尊、母老前人、典传师、前辈们，给我们受持此信理真传，能给我们了悟人生，让我们人生有方向，
有目标，有希望，有作为，有价值。孟子引伊尹所说的天生此名也，使先知觉后知，先觉后觉，与天明之先觉者，与将思道觉思明也，非与觉之而谁之也。西洋人曰：真理这件事情，知道的人就有责任，告诉不知道的人，让他们知道。白杨弟子蒙受此恩，应体上天好生之德，效法圣佛济世之胸怀，学习前贤们开荒度众之精神，到处传播真理，把福音传布天下，由一而十而千而万，才有可能挽回颓风败俗，唤醒失落的良心。老前人辞世，人性的尊严就是在于能负责任，责任越多，则性命的价值越高，当然责任越大，艰难亦越大，可是在艰难里的性命，才能显出性命的庄严。二、坛主应负责任。了解设坛的意义，做一方的标杆。坛主对佛堂方面，坛主对道亲方面，要一心坚牢，勿改向，勿惧应者，勿入旁门。三、人才，在非常之时，降非常之道，必有非常之人才，但亦有使命与责任感。人才必须代替上天老与名师，办理三曹普渡收元大事，使元人早登道岸，了却生死，是为众生的生死大事，莫当儿戏，任劳任怨，万苦不辞，以天下众生为己任。人才要做到尊师重道与承上启下。人才五不可：不可自视自荐，不可自大自夸，不可自傲自骄，不可自信自满，不可自暴自弃。四、在修办道方面能达至诚。师尊云，在修办道的旅途上，诚信是最好的伴侣，最甜美的干粮，最大的财富，最大的力量。它能负荷一切的责任，能把你引上正确的道路，且能面对事实的困难，有力量向诱惑、挑战与最长期的考验搏斗。但一切的考验与困难是成功的恩人，因此对困难与考验要感激，不要有埋怨，因为有了前阻才有后力，有破坏才有建设。但愿诚信与毅力来完成肩上的伟大责任。师尊又云，你们修办道是否有至诚？深信不疑。上天以福逆考之，以病磨之，以利诱之，以明示之，以难验之。又云，以外力摇动自己的处境是自主不够，以外言扰乱自己的心情是自信不够。故山不动是信心有基础，挑不动是涵养有道家。中庸曰：至诚无习。至诚之得胜，心存乎实理，故能自强不息，不息则久，因能不息，故能始终如一，恒久不变。久则真，积成既久而成中行外，发于圣业而定的正业。真则悠远，既得正验，人我信心大增，自能从容不迫，按部就班。五、尊师重道的认知。
尊师。京城13期末节，师尊母奏奉道庄，普渡三曹，救度园林，弘扬一贯大道，办理末后依着之大事因缘，以挽缘人得道脱离苦海，凡的受苦，即能顿超三界五行，永不受生死轮回六道之苦，普应群伦间神人鬼。所谓一子得道，玄足升天，了却诸佛宏愿，度尽苦海众生，是空前绝后，光前裕后凌驾诸佛，大德大恩，难于思量，难于报答于万一，应从缘性流入，岂可口实三昧，盖觉悟流浪生死，长城苦海之苦，今之一指见性，一步直超，真道之至尊至贵德之非议，则能重道之尊贵，重道则感念师之大恩大德，前人前贤之扶持爱护栽培，则尊师矣。重道不尊师，则易入顽空，名为边见，同诸木石，不能成道。尊师不重道，则亦沦为人情虚假，应酬投机，是幼童于相治，终不能达于天人合一之旨。故修道者，必先知尊师之至尊，真道之至贵，尊之重之发乎自性始终不二，知行合一，则不枉逢名师得其真道也。何老前人对尊师重道的开示？何老前人修道方策云：重道必尊师，尊师就是与天命，尊大名师之大天命，尊经线系统之天命，尊师与重道是离不开的，因为师的本意为传道，故道不可不重，而道在师传，故不可不尊。尊师为情理，重道为法理，若是真心修道者，必能尊师重道。相反的，若不尊师重道，即修道忘本，如木无根，其叶不荣；如水无源，其流不远。失却系统根源，则任意而为，而生自专自主之心态。若不尊师重道者，即圣道难以推行，人心亦偏执于身家利益、法相名称。不尊师，修道失根源，办道有自专；不重道，圣道难推展，人心亦偏执。尊师，心诚意恳，不可欺瞒，言语谨慎，不可冒犯。重道，守死善道，不亏大节，人为己任，见道成道。六，承上启下。一贯大道乃上承伏羲以来，代代相传之心法道脉，下续万世，长恒无尽之慧命。凡无一贯弟子修办道人才，应负起承上启下继往开来之重责大任，更要同心同德，以开创大时代的伟业，完成白杨三曹普渡济世度人的使命。就精神方面，效法老前人，典传师前贤们之为人处世之责，多接近有德之人，能让后下都能受法语的滋润。就恩惠方面，承恩于上，施惠于下，缔造前贤与后学之间的一座桥梁，传达慈意，照顾提携后学。就伦理方面，上情下达，下情上文，不扭曲前贤们之旨意，掌握住一条经线，不误会后学。
不抱怨前贤，能达到长幼有序，君臣有义，父子有亲，朋友有信，此四轮堪用于道场前贤与后学彼此相处之间的法则。承上原则，感怀恩德，善加体贴，分忧代劳，发心行道。承上细节，于心感恩乐愿，体贴关心，勿忘前人前贤开道之苦心，勿忘自己的使命，多加力行。余生言行举止，应庄重谦下，恳切求上而指示，秉尊无为，加力行重事。长幼有序之想法，为命不敢先，既命不敢后，有命不敢为，无命不敢自专。余言多听从前人前贤之训言，推恩扬善，交办事项，积极负责办妥后，将其情形立即回禀与前人前贤之道。于是勇于负责，对事情之处理，以积极参与之态度，共谋对策。对于前人前贤所交办之事，只要合理，应以前人或前贤所希望之态度去处理，若不是何处，应提出建议与修正，但要尊而谦之，敬而劝之，忠而言之，善而告之，不可争辩。如何启下？启下原则，以身率人施惠照顾。启下细节，于心秉持着爱心、诚心、恒心，体贴后学的苦境，并尊重他们是实题，协后学，使其真实有所获得，要舍己为人之精神，见道成道。余生慎独端庄，躬身克己，要求人尊重，首应尊重他人，身先士卒，不令儿民从，时时存着畏惧反省之心，以德为保己，并施于他人，以关怀代替责备，以鼓励代替要求，以服务代替领导。余言传达前贤前人的德意，见贤而举，不忘推荐给前人之道，时善扬，并公开赞扬其善行美德，如有缺点或缺失，则于私下规劝及纠正。于是群策群力，切莫过于自我表现，勿以人为以为从我，勿以人莫以为服我。身为前人前贤者，必须用耐心去感化他，切勿自持，仗势依权，否则会使后学反感，失去道的尊严，德之尊贵，而人是我也常愁，我之言一人。入七结论，天道尊贵，不可不修，天命尊严，不可不随，天理真确，不可不守，天职神圣，不可不敬。注：此篇为周前人当副理事时在谈主人才训练时之开示。活佛师尊慈训修办道座右铭：一人心是危险性的猛兽制服；二无明是爆炸性的火药去除；三判断是选择性的辨别明理；四突破是创造性的先锋上进；五任务是神圣性的天职负责；六明德是知觉性的启发智慧；七信心是自立性的开端成功；八精进是自发性的明成济世；
9办道是团体性的合作同心，10修道是具体性的过程明心。易经研究，陈永红。第7节，周易上经之简易及其应用。第8节，周易下经之简易及其应用。简述和老前人在绝经中。周正山。1. 前言，不知真道义，不明绝对的真理，不晓佛法是不二，不懂良知是不思善不思恶。因此所道很多是顺口言，随声附和，修因五道，著名相，修结术，者显化种人情等等，完全不知道学无量，法门无边，道由心学，相由心传，学道学心法即佛法，一切法不离自性处作用，道学如何在充实，真理在教育，良知在启发，就是我今天所要讲的题目。2. 道学在充实。道者理也，学道学理，理者心也，心理即是道理，此道之源，出于天地未生之前，未有教先有道，莫知其始，莫测其终。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的生，即西辽西，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大而无外，放之则迷于六合，无处不在；小而无内，卷之则退藏于密，无物不有。介子藏须弥，魔所不视。易经云：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道是体，真体不变，其应用无穷，其体是精，气之妙用不离其精，就是大道之真意。所谓的道学，世间一切都是学问，是相对的，唯有道学是绝对，绝其见闻之犯，机智之妄，尽于声色利欲等事。老子曰：绝学无忧，绝圣弃智，绝人弃义，绝巧弃利。又曰：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谓。为学者，以多闻多见者谓之，博之于古，通之于今，搜事物之领要，穷圣贤之经文，天下之书无不读，天下之事无不论，心目广远，见识超然，有一分所谓，便有一分尽意，有10分所为，便有10分尽意，循序渐进，故曰为学日益。为道者，大学之道。孔子曰：在明明德，不在科之，电脑或其他。圣人只尽此学之一道字，不执耳目之用，不贵实践之多，不专求于文字，不用于聪明巧识，不闻不见，若愚若拙，如鲁如钝，除情去妄，绝学无忧，不染人欲之思，学圣人清净无畏之理，全之心，摄念归中，身不忘位，意不妄动。闻道，学以致之，从格物入手，正心诚意为尽道之门。闻于信而不染于尘，道由心学与世俗之学不同故。大损之中更有大义之妙，顺境感恩，逆境也要感恩，逆来顺受。
是故损其实是德。三、真理在教育。云：若论至理，一佛尚无，何得有三？佛陀明白至理一佛尚无，因此透过三心四相中走上去。至理是绝对，三圣，一切理是相对的，有理说不清，但真理是独一亘古今而不变，求知理解而说。了解真理是知解喜而已，学道即学理，理出公论，公论自在人心。云：真理无古今，恒植在人心。此心不变名为真，真心无生无老无病亦无死，真的理是。不二，理不离情，情理不离法，三者合一即是真理之化身者。平常理即真理，平常心即真心，无二即一，不妄即真，独一是真理，有二皆是病。修道欲知的理不饶人，还是不足有病故，若与真理事实来抵触，不服、不尊、不改、执着不学，都是病。理直气壮，对就是对，包括讲话讲理不在适当场所，不是失言就是失人，通通都是病也。真理面前就无争执。诗云：闻僧说真理，烦恼自然清。俗云：与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之感叹。蒙族人曰：言是咸的，但对菜肴不可少；真理若是苦的，但对未来是有益。天道之变化，地道之兴衰，人道之善恶，日月之盈亏，气数之消长，甚繁之超坠，乃是古今之定理。观看末节之年，天破地裂，人心加恶，善恶分判。古谚：阳光之下因隐藏不住身，真理面前谬误站不住脚，自古至今永远不变同样的。水、空气、阳光、万物及其阴阳对照，是以事实，何来争辩？是因不明真理起分别心，才不辩不明。若是明白真理大道，就不再有迷惑，弃迷取信，坦诚面对事实，心存感恩，接受真理福音来改。四、良知在启发。传习录中，王阳明提出致知、格物之宗旨。格物谓正物，格除非分之事，知物之。致知即是致良知，良知本明，知是知非。摄物归心，心以载物，格谓正，致知究物，推至无心良知之天理于意之所及的事之物，使天下事物物皆的良知天理之滋润，而各得其正，致知至远不让良知为私欲所间隔，不学而自知，不学而自明，全在人人良知之本觉中。良知本觉，是即是，非即非，无法否认的。一者体，二者适用也。王阳明之四教言：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至善无恶者为心，有善恶之分别者是义，知其是善是恶者是良知。透过修道，为善去恶是格物。心体之至善，不可因一分善恶，
落于善恶入对待之境上。致良知之学乃是无心良知，对天理之学。天命之性粹然至善，本无善可名，恶故本无。善亦不得而有也。自性流行者，动而无动，动而动也。者于有无，著于善恶乃。亦动于物，非是良知心之所发也。5. 结语。良知即天理。至善无恶者谓心，至良知近乎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无善无恶者理，知极尽，有善有恶是气之大动，知其待用超越入绝对之天理中。王阳明解大学之，致良知三字为口诀，推至扩充以达良知之意。无心之良知，不但知是知非，知善知恶，将良知发扬扩充到底。本无善恶是非之对待。又说至无心良知，知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皆得其宜，皆得其正，皆得其诚矣。律己以调和人际，对社会。曾素林。1. 前言。领导学之要旨。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实现道之宗旨，己利利人，己达达人，挽世界为清平，化人心为良善，济世界为大同。自古明训，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是一句放诸四海皆准的立身准则。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由律己推进到化家庭、社会，呈现一片祥和，进而实现师尊所辞世，家家弥乐愿，人人净土心。2. 谨守四物。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此四物之条目，是出自于《论语·颜渊篇》第12。颜渊问仁于孔子。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物。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示思语矣。礼，人与人之间相处之基本原则，礼者礼也。非礼，即是不合理，不合中庸之道，不合良心本性。非礼勿视。勿贪看美异色，用佛眼。勿阅读无益书，须过滤。勿私窥他人房，守客礼。勿好其非礼事，免招迁。非礼勿视。看空色相，研读真理，涵养内德，眼观经训，明理修。非礼勿听。耳言慎察，恶言多忍，忠言免纳，谄言慎断，教言明行。有个道场大门前贴语，是非到此为止，佛号带回去。非礼勿听。莫闻邪声，恭纳圣音，得尽身修耳听圣音至灵通。非礼勿言。戒恶口，戒妄言，戒绮语，戒两舌。多言感动肺腑，鼓励上进，温暖人心，成全安心的话。善护口业。
没有发生的事不要胡说，做不到的事不要乱说，伤害人的事不可以说，没有把握的事谨慎地说，别人的事小心地说，讨厌的事对事不对人说，自己的事听听自己的心怎么说，以良心本性为主。利刀割体疮疣合，言语伤人吃不消。苏格拉底，天与人两耳两目一口，盖欲使其多见多闻而少言语。非礼勿言，不出非言，言必中肯，宣扬到一口，宣胜到碗狂澜。非礼勿动，勿贪取非财，勿沾染恶缘，勿妄动肝火，勿触纪律。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曾子曰：食目所视，食手所指，其言乎？戒慎自己，降服其心。非礼勿动，处事慎重，合理精进，兼善天下情形，度众富荣华。传道一事从献供礼到请坛经，立院礼、典传礼，这4个过程可以让一个求道人的身心进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一个克己复礼的修持，当下降服妄心，一心不乱，直下无心。3. 守时守信，建立宁早勿晚的观念，宁可等人，不可人等。赴约或上班要预罗时间，以为他应之需。活动预计表，时间不要排满，以免一个误，以下皆顺延。不要轻默轻约，以免寡信失约或延迟。哲学家康德说，守时守信是最大的礼貌。约会守时守信是一种尊重，一种信用。在道场守时守信是一种责任，一种担当。生活守时守信是一种积极态度。4. 实践5伦，君臣有义，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遇事共筹谋，亦利国家兴。父子有亲，父教子以慈，子事父以孝。父慈而子孝，家和万事兴。夫妇有别，夫待妻如友，妻视夫如宾。相亲与相近，琴瑟自和鸣。长幼有序，兄爱弟以仁，弟敬兄以礼。兄宽弟忍让，手足情深长。朋友有信，待朋友以诚，交往守信义。互相提携，情谊永不移。5伦是圣贤路，8德是上天梯，均为挽回天地正气，重整人伦纲常之正路。正心修身，以立其家待人之本。在家重3伦，夫唱妇随，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家和万事兴，培养第2代道德家庭基础。在职重君臣，君敬臣忠，上下通气，事业隆兴。出外靠朋友，互相合作，赖信用。5. 诚宽忍让，诚实，诚是待人之本，巧言令色，先以人，实是处事之方，实实在在好人缘。唯有诚实能调和人际，言行要诚实，感情要诚实。
做事要诚实，往来要诚实。宽厚，勿要求过分，勿吹毛求疵，宽恕别人，敦厚处事。仁者待人，各顺乎人情，凡所有事，皆量其长，不苟其短。容人之长，容人之短，容人之功，容人之过。人不和己，是己无量，度量；己不和人，己无能力。容忍，备受压迫，唯有一忍，智忍自化，此忍化他。古德云：能忍自安。古德云：事不三思终有悔，信能一忍永无虑。六忍歌：富贵能忍能保家，贫穷能忍能免辱，父子能忍能慈孝，兄弟能忍能义笃，朋友能忍能互助，夫妻能忍能和睦。谦让，我虽有礼，不宜占尽；我虽有福，与人共享。谦恭和蔼，中得人缘。有位，谦卑在人前，所向尽通；傲慢在人前，寸步难行。易经谦卦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谦让之道，位高而心越下，则人自轻；禄厚而自弥约，则心自朴。宠胜而思以胜，则位自固；道崇而自谦退，则德自厚。诚宽忍让是一种美德，美德给人感觉欢喜，真诚相处起来，感觉温暖、舒服、和谐，容易亲近，平易近人，中得人缘。六，光热济世。发光发热，光明周匝，温暖人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相机度之以道，同沾老恩典。行远自耳，登高自卑，持久以恒，必能发扬光大。发心。佛曰：心发则众生可度，愿力则佛道堪成。发菩提心、慈悲心。热心师尊云：修道要有一颗耐烦的心。同理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师尊云：办道静心，静心即是念念不离老，念念不离众生，牺牲奉献。光热济世。七，结语。师尊云：拾起一颗被遗忘的佛性，纠正迷惘的心灵，珍惜着老的原真，习着上帝赐予的真，克念转勤作圣，把汝融化芸芸众生。人生都要学习做人。编辑部。大师有一位徒弟，台大毕业后，到夏威夷读硕士，又到耶鲁读博士，花了好多年的时间，终于得到博士，非常欢喜。有一天他回来，对大师说：师父，我现在得到博士学位了，以后要再学习什么呢？大师说：学习人，学习做人，是一辈子的事，没有办法毕业的。人生不管世事农工商，各种人等，只要学习就有进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需要学习的事。第一，学习认错。人常常不肯认错，凡事都说是别人的错，认为自己才是对的。其实不认错就是一个错。认错的对象可以是父母、
朋友、社会大众、佛祖，甚至像儿女或是对我不好的人认错，自己不但不会少了什么，反而显得你有度量。学习认错是美好的，是一个大修行。第二，学习柔和。人的牙齿是硬的，舌头是软的，到了人生的最后，牙齿都掉光了，舌头却不会掉，所以要柔软，人生才能长久，硬反而吃亏。心地柔软了，是修行最大的进步。一般形容执着的人说，你的心，你的性格很冷，很硬，像钢铁一样。如果我们像禅门说的调息、调身、调心，慢慢调伏像野马、像猴子的这颗心，令它柔软，人生才能活得更快乐、更长久。第三，学习生忍。这世间就是忍一口气，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万事都能消除。忍就是会处理，会化解，用智慧、能力让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各位要生活，要生存，要生命。有了忍，可以认清世间的好坏、善恶、是非，甚至接受它。第四，学习沟通。缺乏沟通，就会产生是非、争执与误会。现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两岸三地最重要的就是沟通，相互了解，相互体谅，相互帮助。大家都是龙兄虎弟，互相争执，不沟通怎么能和平呢？第五，学习放下。人生像一纸皮箱，需要用的时候提起，不用的时候就把它放下，硬放下的时候却不放下，就像拖着沉重的行李，无法自在。人生的岁月有限，认错、尊重、包容才能让人接受，放下才自在呢。第六，学习感动。我们看到人家的好处，要欢喜，看到好人好事，要能感动。感动是一个爱心、菩萨心、菩提心。在我几十年的岁月里，有许多事情语言感动了我，所以我也很努力地想办法让别人感动。第七，学习生存。为了生存，我要维护身体健康。身体健康不但对自己有利，也让朋友、家人放心，所以也是孝亲的行为。好友共勉之。摘自纯阳圣道院记忆和圣堂年度学界联谊露营活动手册。活佛师尊慈示：自己的行为自己负责，要求别人自己先要做到。先己则能虑人，虑己则能服人。量宽则能得人，有德则能聚人。白杨天道的书圣。编辑部。一、前言。白杨天道是应时应运而降，古习要得道修道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因往习运未至，三期末节，道不传六耳，单传独授，又要先修而后的，要离开家庭，放舍父母，抛妻离子，弃江山，
辞官职，出家苦修苦练，要修至3000公元800过满，才能受祖师的传承。谚云：千里访名师，万里求口诀。踏破铁鞋无觅处，真是修之者众，得之者寡，难以哉！而今白羊应运，上天慈悯，将万古不传的秘宝，即道降庶民，普渡三曹人鬼。先可先得，而后修，人人可得，人人可修，无分种族富贵贫贱，士农工商各执其业，可父子同堂，夫妇同修，妻为朋，子为伴。在家庭在社会不影响个人事业，而先后并行，对国家尽忠，对家庭尽职，把天道带入家庭，成为道德家庭，佛化家庭，真是妙极了。又我们荣幸受名师一指，顿开茅塞，能得亲口守戒，广度有缘众生，建功立果，修心养性，改毛病去习性，断除一切不良的习惯，三师并行，树立良好的品貌人格，可现世修现世成。只要大家认理为真，认性为我，不受外道假祖假师的诱惑而动摇到心道志，改变初衷，应该人人都可成圣佛菩萨，但是应付这些难是要真正认识真理，又要坚定不拔的意志才脱困。师尊老大人语：修道必先明理，不明理焉能修道？必须把真理透彻了悟才好。修道办道。2. 真理的启示。真理就是自信，用真理启发众生，用爱心关怀众生，真佛无相，真道无形。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正邪真假之道，一眼即可明辨矣。道之三大特质：无形、无情、无名。所以真道无形机，假道全色彩。老子曰：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最大的声音是无声，最大的形象是无形，所以要敬畏生天生地生万物的道，敬而明理，真修而成就。大人的意为大。真理的本质即是空、无、寂、静，若无这些就是气象，道本无形无言，但要去认识它。孔子说：默而成之，不是只有无言，还要认识它到底是实默。真理不用你花精神去分析判断，它是直取、直修、直证的。道不是信仰，不是给人膜拜的，它是完全为了自觉。真理在你心中，非关人事、组织、经典，因此是自修、自证、自悟的。3. 理天是什么？老就是宇宙的性海，如同一桶水倒入大海，水就是大海。遁入无生，即诸法深入我性，不知道是什么？理天是什么？那修道做什么？理天不是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吗？有，将来一定会无。理天是当下清净自在即是。理天是我所不在的，不是说在那里，或是有一个定点，若在那里，即不是，也
不是在一个时间、空间的交汇点里。理天是心有灵犀一点通，那理就是理天，处处皆是理天，理天是纯理之天，完全没有人心，超越对待，而不思善，不思恶，绝对之本体，所以不能说理天在那里。理天是真理之天，性天心灵之天，远在天边，近在眼前。4. 道是什么？道是平常性的、经常性的，无论生或死皆是一样，是在日常生活中以及在2、6、10中。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须臾难也。道是平淡平常到让人没有感觉到它的存在，却是主宰你全身，例如呼吸、心跳、身体各部机能的运转，从日常生活中慢慢去体会，就能明白其中的奥妙。老子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今天我们大家都背离了真理，都是拥有仗势、主宰，真是缺德无德呢。道不是用研究而成就的，它是关照行深以后所获得的。你竭尽力量，或拿经典训文显化去研究，那永远跟道背道而驰。圣人仰观俯察了知宇宙天地运行的法则，将自己的心境提升到这个法则上来，与道合一，参赞天地之化育，就与上帝同在了，永恒的生命就得以成就。天不言，地不语，即人将道传，只要觉性现前，任何人都可传，都可说。先肯定自己的觉性，先认识自己的本来面目，才可能引导别人。道是自己去自证的，别人一点也帮不上忙。如果研究经典就可以知道的话，那去神学院、佛学院不就好了吗？那么辛苦做什么？古德云：说食不饱，画饼焉，能充饥。面临生死关键时刻，一切自然分晓。5. 修道做什么？真理即是一切，要尽最大力量去融入即可成就。电影未放映前布幕是白的，眼壁也是白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无的来，无的去，何挂碍之有？存天理就能理天存，天理对良心，理天是良心具体显现的地方，良心不安，不能入云端。宇宙的真理就是自然的法则，也就是因果律。你起了3毒、7情、6欲，就是违背了自然法则，苦难就开始了。天理是绝对的，没有痕迹，人情是相对的，会显露出来，故觉者用理与你交往。解脱并非有一个解脱相，而是在了缘、了心、了愿，即是了结还不相。自我意识阿赖耶识主宰一切，超越了它就能明心见性，所以要接近大善知识，它能化导见性，要不然就像受困的虎头蜂，不接受引导还会是人。众生自我意识太强，不受教，受困于3界，如同虎头蜂一般。真理是让你割舍不掉的，既然跟着你生生世世，你就让它成就。世俗的医院就是在告诉你，
离开真理以后所产生的痛苦八苦，与其痛苦不断，倒不如赶快回头是岸，重新回归真理正觉的彼岸。将真理常存在心中，就是永远保障最好的保险。有真理的人，真修实练的人，才能劫后余生，等你在受苦的时候，就需要靠真理的话来安慰您孤寂的心，以真理来相扶，不可用人情来牵缠。为真理辩护，为道护法，就是上帝的盾牌，要福音从真理而行，以服务为天职，要持力特行在真理之下，屹立不摇，同在一起，时刻不离。6. 结语：把自己交给上帝，就是无畏，把真理融入心中，付诸行动，静心就好，这才是无为而为。自己本身即是宇宙的缩影，是上帝的一部分，上帝的一切具足在你身上，此乃最大的显化。真理一定要融入心性，才是真，否则一切都是假。佛规礼节是从真理延伸出来的，所以孔子才说不知礼无以立。上帝是善待一切，你的一切过程他都适应你，故在一切安排中，勿太计较，因为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学艺心得，刘嘉信。在一次因缘际会中，道场前辈陈永宏讲师邀请后学一同参研易经，后学心想，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便于请示点传师，得其应允后，开始了后学1年多的学艺旅程。当中经历为15个月的初级班与8个月的中级班，于结业时痛修之间互相交流学艺心得，后学才疏学浅，不知从何下笔，正想从整桌参考资料中寻找灵感时，看到数本天人合一班的仙佛圣训，内容文笔隽永，意义深远，后学心想，自信同出一处，仙佛能够批出一篇篇启迪人心的训文，那么自己是否也能做到？犹记去年11月2日至11月6日的泰国天人合一班，南极仙翁要我们做到天人一并，人鬼一并，人我一并。于是后学鼓起勇气，试着以圣训的模式写下学艺心得。但是后学开始动笔后，才发现这不是容易的事。初级班的心得虽然只有短短40个字，却也是后学想好几天的成果，因而后学由衷更加钦佩仙佛的超然智慧与无穷法力，在灵坛的1-2个小时里，能够一边批训，一边施法，深深感化在场的每一个人。后学也激励自己要勤加学习，更进一步以64卦卦名做了一首诗，作为中级班的结业心得，用字遣词或许不够精准，思考方向可能也有偏差，但后学仅以此份拙作作为抛砖引玉之用，勉励各位前贤大德共同参研三教经典与仙佛圣训，进而引出自信中无尽的智慧宝藏，以作为大帮助道的资粮。
易经初级班结业心得，学而是学天50在中间，一理贯古今万法收一心，能遇大道传当思报天权，善用此一生借假修慧真。另类妈妈，编辑部。西燕说，上帝无法照顾每一个孩子，所以创造了母亲。但有许多母亲因主客观因素，无法发挥母爱，恪尽母职，所以有了另类妈妈。古人给母亲的定义是生我、育我、养我、居我。另类妈妈在某个过程中，或许没有参与，也或许没有血缘，但另类妈妈对孩子的爱不打折，对孩子的关心不打烊，他们的勤劳与母亲无分轩轾。另类妈妈也许是慈善团体的义工，也许是安养院的工作人员，也许是寄养家庭的主妇，也许是认养家庭的女主人，也许是慈善人家，也许是爱心妈妈，也许只是古道热肠，也许是妇人之仁。他们有时无名，他们始终不渝，他们不求回报，他们忠心耿耿，扮演母亲角色，守护着需要照顾的孩子。另类妈妈每个角落随时可见，他们不张扬，他们不惹眼，他们细心温柔，他们有坚持，有毅力，他们为孩子牵肠挂肚，魂牵梦系。感人的篇章罄竹难书，动人的诗篇写也写不完。有钱人家养一群孩子没问题，小康人家养个孩子都不容易，很多另类妈妈都来自社会底层，有的摆摊，有的帮佣，有的拾荒，他们要为生活忙碌，为生计奔波，照顾自己的家庭之余，还要照顾别人的孩子，劳心劳力，辛苦难以形容。但他们却乐此不疲，甘之如饴，怎不叫人动容？曾言，摘自年冬令大专暨高专成长营道学用语词汇，例一章。20部，小乘之分派共有20，即上座部、大众部、一说部、说出世部、机应部、多闻部、说假部、智多山部、西山住部、北山住部、雪山部、说一切有部、独子部、法上部、显咒部、正量部、密灵山部、化的部、引光部、精亮部。25神，受持5戒的人，时常都有25位善神护其身。25有因故而有果报生，故果亦名为有。3戒的果法分为25类，名25有。其中欲界14有，即4恶趣4周6欲天；色界7有，即4禅天为4有，令大梵天5净居天5想天为3有。无色界4有，即4空处。28天，3界共有28天，即欲界6天，色界18天，无色界4天。欲界6天是4王天、刀立天、夜摩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色界18天分为4禅，初禅是梵众天、梵辅天、
大梵天，二禅室，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三禅室，少净天，无量净天，净天，四禅室，无云天，福生天，广果天，无想天，无梵天，无热天，善见天，善现天，色究竟天。其中无梵天以后至色究竟天，又名为五净君天。无色界四天是空无边处天，实无边处天，无所有处天，非想非非想处天。在此三界28天中，只有欲界的四王天与忉利天因依须弥山的地界而居，故称的居天、夜摩天以上都是凌空而处，故名空居天。28品，名数，法华经一部有28品，经论之篇章谓之品。250界，比丘的具足戒，分8段，即4波罗夷，13僧残，2不定，30舍堕，90单堕，4毁过法，100众学，7灭正法。2我见，人我见与法我见。人我见是凡夫们不明白五蕴假合的道理，对于自己的身心妄只有一实在的我体的邪见。法我见是凡夫们不明白诸法缘起性空的道理，对于诸法妄只有其实在的体用的邪见。2我执，人我执与法我执，与2我见同义。2般若，共般若与不共般若。共般若是天台宗所说的通教，对声闻缘觉菩萨三圣而说，亦为三圣所共同修正，故名共般若。不共般若是天台宗所说的别圆二教，只对别圆之2菩萨说，不共于声闻缘觉2小乘，故名不共般若。实相般若与观照般若，实相般若就是窥见心性，彻证实相的智慧；观照般若就是观照实相的智慧。2是又名2胁持或2是，即在佛左右协助弘法的人。阿弥陀佛的2是是观世音与大势至2菩萨，药师佛的2是是日光与月光2菩萨，释迦佛的2是是文殊与普贤2菩萨。2烦恼，根本烦恼与随烦恼。根本烦恼即贪甜痴慢疑恶见等6种大烦恼，因为是一切烦恼生起的根本，故名根本烦恼。随烦恼即愤恨负等20种小烦恼，因为是随逐6种根本烦恼而生起的枝末烦恼，故名随烦恼。2解脱，慧解脱与心解脱。慧解脱是说智慧能使人脱离一切的烦恼障，最终证悟不生不灭的盘。心解脱是说心识能使人脱离一切的定障，而得进入于灭尽定。性净解脱与障净解脱，性净解脱是众生的本性清净，没有系缚染污的香。障净解脱是众生的本性虽然清净，但是由于无始以来的烦恼，不能显现本性，经把惑障断除，而得解脱自在。2应身，胜应身与劣应身。
圣应身是佛非常殊胜的应化身，是佛应出的以上的菩萨而示现的一种应化身，劣应身是佛最下等恶劣的应化身，是佛应出的以下乃至凡夫而示现的一种应化身。二归戒，皈依佛宝与僧宝的戒法。二无记，有复无记与无复无记。有复无记是极其微弱的惑障隐附着圣道，但不是照感苦果的恶性。无复无记是离惑障的无记法。无记是体性微弱到无善恶可记的意思。二无常，念念无常与相续无常。念念无常是说一切有为法都是念念生灭而不停住，相续无常是说相续之法在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最终还是要归于坏灭，如人命的死亡及灯火的熄灭。二无我，人无我与法无我。人无我是了解五蕴假和合之意，知道人无常一的我体可得。法无我是了解诸法因缘生之意，知道诸法皆无实在的体用。二无我智，证悟人无我与法无我的智慧。二种爱，贪爱与性爱。贪爱是一种有染污的爱，如爱妻子是；性爱是一种无染污的爱，如爱师长等。二种病，生病与心病。生病是人们身体上所发生的种种疾病，心病是人们心理上所发生的种种病态。二种施，财施与法施。财施是以财物去救济疾病贫苦的人，法施是以自己所闻知的佛法去向人演说。二种证，次第证与超越证，这是声闻乘行人证悟四果的两种情形。次第证又名次第断，就是由出果起；次第的断除烦恼，次第的证悟四果阿罗汉。超越证又名超越断，即不经过出果乃至三果，一下子便证悟四果阿罗汉。二种戒，作持戒与止持戒。见二持条，出世间戒与世间戒。出世间戒即刹弥的十戒及比丘尼的具足戒，世间戒及优婆塞与优婆夷的五戒与八戒，性戒与遮戒。见二戒条，道共戒与定共戒。见二戒条，性众戒与习事机贤戒。性众戒者，即杀、盗、淫、妄，因此四者自性是极重的罪，故云性重。习事机贤戒是饮酒以下的一切戒律，佛大慈为了息事人的机贤，所以特别制定及一切的遮戒，是随相戒与离相戒。随相戒之随即随顺，相即行相，随顺如来之教而现染。依出家起时自活之相，故名随相戒。离相戒之离即远离持戒的人，心魔所者，则一切的戒相犹如虚空，了魔持戒的相，故名离相戒。二种比丘，多闻比丘与寡浅比丘。多闻比丘是指闻诵经典虽多，但是很少修行的
比丘、寡浅比丘是指读诵经典虽少，但是很注重修行的比丘。二种三宝，自性三宝与别香三宝。佛法僧三宝在自己的心性上现出来，叫做自性30。佛法僧三宝有个别的形象，如佛有法报应三身的分别，叫做别香三宝。自性三宝是体，别香三宝是用。二种声闻，于法声闻与不于法声闻，见于法条。二种出家，身出家与心出家。身出家者，如小乘的比丘及大乘的菩萨僧，而心出家者，如大乘的菩萨居士。推动读经，营造祥和社会。周茂年前人，各位道亲，当我们面对各媒体对当今社会乱象的报道时，内心有没有感到惊心动魄？当今社会在强调物质科技潮流的冲击下，激起了人们物欲横流、人心迷失，人们在虚拟的世界寻求刺激与快感，忘却自己的良心本性与社会道德，做出许多破坏社会的事情，也埋葬了许多无辜的青春生命，致使社会一片混乱，家庭失去了伦理孝道，千奇百怪的乱象层出不穷。我们在媒体上是不是常常可以看到有些家庭出现父不父、子不子、妻不妻的乱象呢？想一想，我们真的可以将我们本有的伦理道德全抛弃不要吗？观此时代的大变化，为挽回中华固有文化，延续中国之固有伦理道德，同时响应政府对心灵改革、净化人心，我们应该积极推展读经，以加强传统文化的扎根教育。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道场中之根苗，培育儿童读经风气，是继往开来的传承，亦负有传承道德文化的使命。研读背诵经典，能在小小的心灵中培植经文、诗词根苗，吸收5000年的中华文化，使人人能透过读经明伦常，知礼义，孝父母，并培养出高尚的人格品德。所以希望大家抱有前瞻性的眼光，大人、小孩共同来努力推动读经，营造书香家庭，促进社会的祥和，把我们固有的伦理道德文化一代一代传递下去，永续不断，并培育出国家级道场未来的栋梁与良才，期盼能在献孝父母和乡邻、敦品崇礼的祥和社会。我们一同来读经。黄从辉。神元山一和圣堂为了发扬中国固有文化，鼓舞勤学读书风气，培养到亲父儿好礼、爱人爱己之情操，营造书香之社会，达到轻轻松松育人育才，确确实实成人成才之理念，推动读经教育，并且为了延续中华文化命脉，落实文化深层扎根教育，启发儿童无穷潜能，推动亲子读经风气，维护书香世家，倡导全面读经。
笔意传承圣贤智慧的精髓及一贯圣道。在年月日7点30分 AM、12点30分 PM 举办第3届大状元读经会考，报名总人数余人，其中刘家姓前贤赵片一获得本届最多科数状元，共取得《论语上》《论语中》《大学》《中庸》《老子》《朱子治家格言》《易经》系辞《易经》3传，《百孝经》《三字经》桃园名圣经11科状元。在年月日7点30分 AM、12点30分 PM 举办第4届小状元读经会考，报名总人数余人，其中李春华小朋友赵片二获得本届最多科数状元，共取得《论语上》《论语中》《论语下》《大学》《中庸》《老子》《孝经》《金刚经》唐诗五言古诗，孟子上、孟子中、孟子下、朱子治家格言、弟子规、桃园名圣经、弥勒真经、清净经、百孝经18科状元。目前我们和圣堂分布在台湾各的读经教室共余间，投入师资达100余人。经过这4年来的推动，除了在读经教室读经之外，渐渐的，读经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刘家姓前贤利用每晚睡前或早上起床时读经。李春华小朋友从小在父母的陪伴下，随时可读经，随处可读经，每天读经2小时。有一位老前贤在与别人闲聊时，把读诵起来的经典文句拿来当作话题，感觉说话更有内容，更有深度，不再只是打发时间而已。还有一位坤道前贤，平常有很多的烦恼，透过读经，把烦恼完全抛到九霄云外。读经的感觉很好，读经的好处很多，口而诵，心而为，潮于思，细于思。当您听到朗朗的读经时，您是否感觉我与经典同在，我与圣贤同行？欢迎您加入我们读经的行列，更欢迎您来参加义和圣堂大小状元读经会考。读经会考科目如下：必考科目：小状元道之宗旨、礼运大同篇、心经、佛规条，年开始启用。大状元道之宗旨、礼运大同篇、心经、佛规条，年开始启用。必考无通过者，不得考选考。选考科目：论语、大学、中庸、老子、诗经、孝经、金刚经、唐诗300首、孟子、朱子治家格言、六祖坛经、易经、易经4传、弟子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庄子、了凡四训、正道歌、黄母训子十戒、父母恩重难报经、太上感应篇、桃园名圣经、百孝经、弥勒真经、清净经。大小状元读经会考报名联络人：黄从辉。黄从辉 P9230100288student.mscesu.edu.tw
手机0913762720。义和盛堂活动概况。编后语。1. 活动预告。月日学界4年教育研究班。月日年冬令传灯营。月日冬季班及常青班。月日年终悔过班。年元月日年终悔过班。月日学界4年教育研究班年终悔过班，花莲月日年终悔过班，台北。2. 活动概况。月日举办学界4年教育研究班。月日中秋节举办特别节目颁发奖牌给亲口萨年以上者人外，另有余性节目。萨年以上者前道人、坤道人共人；40年以上者前道人、坤道人共人；50年以上者前道人、坤道人共人。月日举办青上人才在教育。月日举办大状元读经会考，必考科目5科外通过的选考科目数，有人通过会考。6科以上者有人，名单如下：林妙慧，女，孔于琪，女，吕国璋，男；吴俊贤，女，吴玉峰，男；吴金华，女，陈雅欣，女，陈永红，男；吴慧茹，女，江志如，女，黄慧静，女，陈建宏，男；刘嘉信，女。如图1。月日小状元读经会考，必考科目4科外道过的选考科目数，有人通过会考。10科以上者有人，名单如下：于品璇，女，谢明山，女，于品化，女，赖静宇，男；郑明慧，女，李怡诗，女，李君华，男；参阅图2。月日举办学界4年教育研究班。月日举办国语启慧班。编后语。编辑部。泰国四求孔孟中道院和仙姑灵坛辞世，无人入红尘就忘掉灵性是真，肉体是假，迷失自信，而今求真道的真传，借假修真，认理归真，早觉回天路，返故家乡。认并提示良药一帖，保证一生不病。3保养性根1钱，8得通心花2钱，6味消毒草3钱，10愿保气液4钱。我们修道士应早日实践。南极仙翁一辞世，无人入世后失去了智慧，回光返照不到本来面目，导致忘掉使命。修道士应认理归真，使能复龙华会，恢复永恒的幸福。泰国孔孟中道院举办3天法会中，于10月8日清迈府方县万养村受到土石流浩劫，死亡5人，重伤6人，房屋全道与半道共116户，其灾厄不算小。孔孟中道院慈善基金会顾问团主席刘鼎祥及副主席侯友文2位率领到清义行时，数名前往慰问，由冯兴聪点传师代表发放慰问金面42000株整，发挥了救灾救难的精神。每人的因缘果报都不同，其不仅是这世的修行有关，又牵连到累世的因果。故承前人的训示，个人修个人的，个人生死个人求，是明确提醒后学要好好
修办道，使能这事修这事成。总会王理事长鼓励我们各位道亲，既然得道，经名师一指，必能认清与深具。有的自信，可依信理真传，回乡绝路为目标，全力以赴，早日修成正果回乡念，以脱六道轮回之苦。周前人在谈主人才训练中开示，天道的尊贵，天命的尊严，天理的正确，天职的神圣，不可不修。又开示谈主人才应负责任，承上启下，尊师重道，全力以赴，为修办道尽职守。周易上经30卦，一宫一卦者有6，即乾、申、颐、大过、坎及离卦等，其余12宫是一宫2卦，其阐述天道、地道及人道，其中以乾、坤、师、太、同人、大有及牵卦等较佳，不外乎判断人、事、物等处之良否，并有鼓励凡人修道之重要性。周易下经萨4卦，只有中孚及小过2卦为一宫1卦，其余16宫为一宫2卦。其中以晋、嘉人、解、易、申、革、鼎、兑、换、节、中孚及季季等卦较佳。同样论及人、事、物之良否，也是无人修道士不可不研究之学问也。在绝经中藩士民国年和老前人，因心意道场迅速发展，逐渐浮出受考因子，生怕后学偏离正道，功亏一篑，而举办了在绝经中藩，据以提供道学在充实，真理在教育，良知、天理在启发，以其正本清源，挽救危机。是老前人宏慈在世，当时机给予我们耳提面命，谆谆教诲，是和老前人对我们后学无止息的爱之表现。我们修道人要律己以调和人际，从谨守4物，守时守信，实践5伦，戒以时。宪道之宗旨，己利利人，己达达人，推及道化家庭，进而普度众生，净化人心，带着迷惘心灵的96佛子，以赤子之心还乡，便是一贯道亲之重大使命。古时候科举时代考状元以政治文化为主，而今科学时代是知识爆发时代，社会进步，人类的寿命与幸福全要依赖科学之研发成就，而且一人所学专长有限，必须分工合作，所以现代学子都注重于服务社会的专长。可是服务社会仍然有人是问题要解决，而今个人均专心于求取专业之专长，以至于做人的道理往往被忽略。本篇主角虽然取得博士学位，但是大师仍然要他学习做人，值得无人深思效法。今逢3期末节年，道不传六耳，古习时都要先修而后的，而且要出家抛妻离子，翻山越岭，独入深山。千里访名师，万里求口诀，苦修苦练，修至3000公元800果满，才能受祖师的传承。
而今白羊应运，上天慈悯，将万古不传的秘宝及天道降于火宅，普渡三曹，并且可先得而后修，人人可修可得，不分种族、贫贱富贵，士农工商各执其业，可以父子同堂，夫妇同修，这是修，这是成，此乃天道之殊胜所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可是由于各宗教团体的极力推广爱心后，多多少少有此成就。如义工妈妈即是发挥伟大的母爱，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不分种族、贫富，有慈悲心之义工妈妈们，只有付出乐此不疲，甘之如饴，真令人敬佩，颇值得世人效法。注印大德方明录年月。一、现金部分。李哲仁25本，李章远25本，陈惠美1本，王继金5本，王志尼15本，福慧人士75本，杨先汉1本，廖世豪1本，江清惠1本，施荣能6本，福慧人士5本。福慧人士国安5本，李家修25本，李家宇25本，岑月梅25本，谢敬之1本，福慧人士5本。